这个小丫头有点惨，刚穿越就看到下肢瘫痪的老爹被扔了出来，一向懦弱的娘心也被黑心的奶奶毒打。还好她自带灵泉空间，又是国手级别的中医大夫，且看她如何一步步逆袭斗极品。你个倒霉玩意儿，一天到晚不好好干活，反而撺掇着自己男人和公婆唱反调，今天我就打死你！娘别打了，我打的就是他这个克亲的玩意儿，要不是因为你克的，我们家老二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了残废。我告诉你，过2天王婆就要来给老四一亲，你们这屋子疼也得疼，不疼也得疼。娘，这屋子不能疼啊，柴房潮湿阴暗，长贵的腰受不住的。老四是您的儿子，难道长贵就不是了吗？蠢货，老四一亲的对象可是县城里卖粮的大户，这事儿要是成了，全家都能跟着沾光。你要是敢拖后腿，我就做主休了你。娘您不能休了小雨，她给咱们家生儿育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弟弟借你的屋子撑门面，也是为了全家好。老天不下雨，咱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要是能娶了梁家的女儿，以后老苏家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你和二嫂也能跟着享福。老四，你摸着良心说，真的只是借吗？等你娶了媳妇儿，还能把屋子还给我们？啰里吧嗦的，你一个废人，住哪不都一样？娘，我打死你个扫把星！娘您别打小雨。办不办？办不办？办不办？放开我娘！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你这个赔钱货了。娘，别动水儿，你有什么冲着我来？来，朝这打！你敢动手，我就点了这屋子。你敢点一个试试？你个臭丫头，疯了吗？赶紧把火折子放下！既然你们母子不给我们一家活路，那大家就一起翘辫子。真是反了天了！我可真是命苦啊，养了个儿子不孝顺，娶的媳妇是个扫把星，生的赔钱货也要把人给气死。娘儿子怎么不孝顺了？难道你非要把我逼死了？您才满意吗？够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分家吧。啥分家？老婆子我还没翘辫子呢，你个臭丫头居然敢提分家，我看你真的是活腻歪了。你不是嫌弃我爹残废，想把我们赶走，好给你的宝贝幺儿腾屋子吗？那干脆就分家，以后不相往来。分就分，不过二哥，咱爹妈把你养大可不容易，你一个残废也没能报答爹妈的恩情，想要分家，只能净身出户，是吧娘？老四说的对，你们想走，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等老头子回来，把你的腿给打断。水儿，快把火折子放下，别冲动。娘，你去把爹扶起来，这个破家谁爱待谁待，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快灭火！你不该赌气，待会儿你爷爷回来肯定要罚你了。水儿，快把爹放下，回去给你奶磕头道歉。爹娘，我说分家是认真的，奶奶摆明了偏心四叔，想趁着爷爷和大伯不在先斩后奏，把咱们赶去柴房住，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就算这次保住了屋子，谁知道他下次会不会为了四叔的利益，给咱们一家3口下毒？呸呸呸，可不敢这么编排你奶奶。奶奶做不出来，那四叔呢？他刚刚把爹扔出来的时候，那可是真心想让他去死，好给他腾位置。说起苏家老四，苏思水的爹娘都沉默了。他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调戏良家妇女。即便如此，苏老太婆还是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反正我已经把分家的话放出去了，还放了火烧屋子。现在不走，等爷爷回来，肯定是要把我打死的。爹娘舍得水被人欺负吗？娘宁可自己去死，也不会让你出事的。哼，分家就分家，我苏长贵是残废了，但骨气还在，谁敢动我媳妇和娃儿，我跟谁拼命！火堆快灭了，快走！水儿，咱们这是要去哪儿？村子西边不是有个废弃的小院？不行，咱们就先去那落脚。水儿，可不能住那儿啊！黑树林里面闹妖，没人敢去的。是啊，水儿，你爹现在还这样，要是碰到点啥不干净的，咱们一家咋办啊？娘要是有别的去处，水儿也不想去呢。可是咱们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能找个地方栖身就不错了。
再说那只是暂时的落脚地，等水挣了银子，再给爹娘修新房。哎。当家的，你先躺会儿，我和水儿收拾一下。哈哈，没想到这么破的房子还能搜罗出这些东西。说起来，这还是老郭头的房子。老郭头？水儿，你年纪小，没听说过也正常。老郭头是你爷爷辈分的猎户，长得丑，性子还古怪，和村子里的人都合不来。后来年纪大一些，干脆就搬进黑树林里去了。不是说黑树林里闹妖吗？对呀，自从老郭头搬去黑树林后，村子里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多半是被妖怪吃了。所以你千万要记住，在这里住可以，但绝对不能进那林子。等屋子打扫干净，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一家3口坐在床上松了口气，可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咱们就这么分家了，连口吃食都没带，这以后可怎么活？这件事我来解决，爹娘只管在家等着，我一会儿就把吃的带回来。水儿，你去哪啊？哎，这孩子能去哪里找吃的？张婶您在吗？我是苏思水，想问您借点粮。哟，水丫头，你这是咋了？张婶，我们和爷奶他们分家了。分家？好好的，咋突然要分家？是我奶，她说四叔马上要和县城梁家的女儿成亲，非要我们把屋子腾出来给四叔用，这不干脆提出要和我们分家。他要给你四叔娶媳妇，凭啥让你们一家腾房子？瞧你头上的大口子，肯定是你奶打的吧？居然对亲孙女下这么重的手，这个恶毒的老太婆！哎，大家伙快来看看呐！老苏家臭不要脸的老太婆把亲儿子和亲孙女赶出家门了。经张婶子这么一喊，不大一会儿，张家门口就聚集了10几个看热闹的村民。水丫头，你这是咋了？你们真的分家了？看你这样子，该不会是被赶出来的吧？水丫头都被打成这样了，肯定是被赶出来的呀。丫头，你别怕，把你奶奶干的那些破事说出来，大家伙替你做主。有了张婶子的助攻，苏思水也不怕事情闹不大，也算不上是被赶出来的。奶奶说了，可以给我们50斤大米当做分家的补偿。啥？只给粮食？那田地呢？房子呢？银子呢？别的都不分？奶说了，四叔马上娶媳妇，家里的房子和银子都得留给他成亲用。我爹又伤了腰，田地给我们也种不了，干脆折合成了大米。哦，对了，我们现在已经搬去村子西边老郭头的旧房子了。黑树林闹妖，野兽还多。水丫头她爹是个残废，他娘又是个胆小的，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是啊，把人赶走才给50斤粮食，这也太抠门了。对呀，50斤又能吃多久？唉，好歹是自己亲儿子，这苏老太婆做的也太绝了。眼看舆论都倒向他家这边，苏思水便趁热打铁。各位叔叔婶婶，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都是我的长辈。今天分家走得急，我们连件衣服，连颗米都没来得及拿，想请各位叔婶先借我们一些。你们放心，等我爷一回来，他保准就把米还给你们了。虽然现在大半年不下雨，地里的庄稼出不了苗，村里人都过得紧巴巴，现在借粮等于借命。但苏思水嘴甜，大家又想到以前多多少少都受过苏家老二的恩惠，就都纷纷回家给他拿粮去了。而另一边的苏老太婆娘俩为了救火弄得满身狼狈，这臭丫头居然真的敢点火！就是，等会儿她想求饶搬回来，我可不会轻易放过她。耀儿，你说老二他们不会真的走了吧？你爹回来知道了，我可怎么交代呀？怕什么？分家是他们说的，房子是他们烧的，爹要打要罚也是冲着他们去，关咱们啥事？我们回来了。哎呀，老头子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娘俩都要被烧死了。娘，你这是把灶堂炸了？什么灶堂炸了？这还不明显吗？是房子着火了。咋回事？还不是你不在家，老二就反了天了，居然趁机闹分家。我没同意，他们就把房子给点了，然后3人跑了。老二疯了吗？分家就分家，居然敢烧房子！分什么家分家？不好了！水丫头在村子里到处借粮呢。你说啥？水丫头借粮？这个臭丫头，分家就是她提出来的，房子也是她烧的，现在还敢出去丢人现眼！老头子，赶紧把她抓回来打一顿。对，吊起来打。可是娘，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老二跟咱们分家了，大家都在骂咱们没良心，亏待老二一家。啥？我们亏待他？
是他们自己说的，净身出户也要走，关我们啥事？净身出户？不对啊，娘，水丫头明明说你同意分他们50斤大米，还说等爹回来就把大米还给人家。我啥时候说过这话？对，根本没有的事，我可是要求他们净身出户的，连床被子都没让他们拿走。哦，你要求他们净身出户？说是不是你挑的事？你要打，去打那个臭丫头啊！干啥打老四？哼，回来再收拾你！你们几个赶紧跟我去把水丫头带回来。再吵再闹也是咱们老苏家自己的事情，让村子里的人听了像啥样子？苏老头一声令下，苏家人乌泱泱的都冲出了家门。主角穿越到大旱之年，大半年都不下雨，地里的庄稼更是出不了苗，村里人都过得紧巴巴的，但大家都看他可怜，硬生生的凑了20来斤大米给他。谢谢李叔，您放心，等我爷爷回来就把大米还给您。水丫头，你给我滚过来！爷爷，你干啥吼我呀？干啥？你闹分家、烧房子，还到处借粮，是想丢尽我们老苏家的脸吗？啥？不是苏老太把水丫头一家赶出来了吗？咋成了水丫头闹分家？到底咋回事啊？不会还有反转吧？还愣着干啥？你过不过来？哼，老大，去把粮给大家还回去。好嘞。苏老大冲上来就抢大米，苏思水拽着不放，紧接着哎呦一声倒地不起。大伯，现在大家伙都看着呢，你又要像以前那样打我吗？反正我是不回去，你要打就打吧。真可怜了，头上的伤还没愈合呢，这又打起来了。苏家好狠的心啊，当着咱们这些外人都能打孩子，这关起门来指不定怎么虐待人家呢。别乱说，我可没打过你。那你在干啥呢？奶奶已经同意分家了，你想反悔吗？胡扯八扯，我没说过这话。那我们二房住得好好的，为啥要搬家？是你说的，四叔要娶镇上梁家的女儿，让我们腾房子给他成亲，我们不肯，你们就动手打人。大家伙要是不信，就去我家看看，我娘被打得比我还严重呢。我觉得水丫头没撒谎，她家啥情况咱们都晓得，一个摊子爹，一个包子娘，要不是被逼急了，谁会同意分家？可不，连我都看得出来，苏老太婆一直偏心她家老四。你个臭丫头，看我不打！还嫌不够丢人吗？水丫头，爷爷不在家，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你四叔娶媳妇不会用你们的屋子，分家的事以后别提了。可笑，这老头子还当我是没穿之前的原主呢，想哄骗我回去，接着过那种天天挨打的日子吗？爷爷，不是水儿不回去，只是奶奶和四叔把我们一家3口都给打伤了，这要是回去还得花钱请大夫看病，起码1个月不能干活。更何况要是因为我们让四叔没法娶大户，损失的是整个老苏家。奶奶可说了，梁家媳妇能让你们吃穿不愁呢。梁家可是镇上的大户，家里的粮食吃都吃不完，这种人家会把女儿嫁给苏家老四。就是苏老四是什么货色？成日里游手好闲的，给人当上门女婿都差点资格，还想娶梁家的女儿，做梦呢吧？你们说什么？我儿咋了？我儿好得很，你们就是嫉妒自己生不出这么近的儿子，就见不得我儿过得好。哼！你个赔钱货！我把你养这么大，吃了我多少粮食，真是个白眼狼啊！娘说的对，水丫头，做人要讲良心。现在家里困难，你要真是孝顺你爹，不如早点嫁人，用换来的彩礼给你爹治病。我知道隔壁苗村有个官夫，愿意花5两银子找个媳妇儿。水丫头年纪挺合适，不如就……大伯也知道良心。那你还记得当年那晚刮风下雨，把屋顶都吹翻了，你怕死第一个逃命，连炕上的小儿子都不要了。要不是我爹及时冲进去撑住垮塌的房梁，你小儿子早没了。可怜了我爹，因为这是扭伤了腰卧床不起。那按照大伯的说法，也应该是卖了你小儿子给我爹治病才对。你个赔钱货，拿啥跟我儿子比？我儿子可是老苏家的嫡孙，以后是要继承家业的。你一个女娃，迟早要嫁人，要卖也是卖你。哦，原来大伯急着继承家产，难怪支持四叔对付我爹。你心里肯定也巴不得爷爷也早点没了，好给你腾家主的位置吧。胡说八道，我没有。爹，您别听那臭丫头乱讲。我哪句话乱讲了？家里这些年来，无论是大伯还是四叔生病，都是爷奶花钱请的大夫，凭啥他俩可以用公价钱？我爹看个病就要卖儿卖女，请叔叔婶婶们评评理。是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看这样子，这臭丫头铁了心的要分家。不行，粮食还在她手。好，你想分家是吧？我成全你，但你先把粮食还了，要啥东西跟我回家取。哄我跟你回去，那还不得全身脱层皮？我可没那么傻。不用麻烦了，爹娘还躺在炕上等我照顾，一来一回得花不少时间。这米是我一家借的，既然爷爷承认了分家的事，那就请您替我把粮食还给大家吧。叔叔婶婶们，今天感谢大家借米给我，之后还劳烦各位抽空去苏家领米。哦，对了，我这顶多只有25斤米，奶奶可是答应了分给我们50斤，剩下的25斤我改天再来拿。这丫头啥时候这么有手段了？苏思水这回借助舆论的力量，彻底的和苏家分了个干净，高兴的抱着大米回老锅头就宅了。可有人欢喜有人愁，苏老爷子一回到家，门一关就抄起棍子，对着苏老四一顿输出。这个混账东西，趁我不在逼你二哥腾屋子是吧？想娶媳妇是吧？看我不打死你！娘，快救我！对，还有你，老四是个混账，你也是个蠢东西。现在全村都晓得咱家的丑事，我老苏家的脸都丢光了。今天我非要剥了你们的皮！快看，这个村子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打水，但打出来的水却浑浊不堪。苏思水便好奇的用手指沾了一点放进嘴里，结果咸得他鼻子嘴巴都皱成了一团。没错，这正是村里唯一的一口井，而这个村子的土质又属于盐碱地，连带着打出来的井水也是危险苦涩的，这是作为有灵泉空间穿越者最接受不了的。于是苏思水回到家后，悄悄地将手放进了水缸中，只见清澈且带着奇异香气的液体从指尖流出，汇入苦咸的井水中，不一会泛黄的井水就被净化，苦涩的味道也随即消失。是水儿回来了吗？哦，是我。爹娘，你们看这是啥？哎呦，这哪里来的米？我去找村里人借的，一户1碗，凑齐了20来斤，够咱们撑一段时间了。哎呀，可不能借，咱家现在这情况咋还得起啊？赶紧孩他娘把米还回去。爹，你放心吧，不用咱们还，爷爷答应替咱们还了。啥？你爷爷回来了？他没打你吧？于是苏思水便把如何借米，如何用舆论逼迫苏老爷子分家的事，都和他爹娘讲了一遍。你胆子也太大了。还好吧，改明儿我再去老宅那边把剩下的那半也要回来。对了，娘，我好饿，咱快点烧火做饭吧。娘，咱赶紧做饭吧，我都饿死了。好呀，这哪来的这么清澈的水？哦，那个是我过滤好的水，娘你放心用吧。过滤？我用布条把以前浑浊的水一点点过滤了一遍。李氏总觉得这个女儿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没有多问，只想快点煮米做饭，毕竟一家人还在饿着肚子呢。三人吃饱了饭，发现窗外的天色都暗了。苏思水正想起身去睡觉，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他放轻脚步走到窗边，透过缝隙看到一道人影钻进了自家的灶房。光是看那猥琐的身影，苏思水就一眼断定是他的好四叔。你不是做惯了偷鸡摸狗的事情吗？等着，今天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都是因为你们一家，我才被老头子打的那么惨。等我把粮食偷走，饿死你们！水儿咋了？是谁在外面？娘别怕，我来保护你。别打了，臭丫头，我是苏长华。水儿快住手，这是你四叔。不可能，我四叔就算是在混账，也不可能大半夜的来咱家偷东西。现在全村的人都晓得我们苏家二房已经分出来了，你要真是我四叔，那肯定是听了我奶的撺掇来我家闹事的。娘，你快去把村子里的乡亲们都叫来，让他们看看老苏家的人是咋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趁着苏老四晕倒，苏思水一爪子挠在了对方的脖颈上，紧接着一脚把人送出了小院。哈哈哈，蠢贼，再敢来偷东西，我打掉你的脑袋！水儿，刚才那人真是你四叔？我知道啊。那你？我白天才从村子里借了20几斤大米，他晚上就想全偷走，这是铁了心想把咱们饿死呢。唉，这个老四。娘，这些米是咱们目前唯一的粮食，你换个地方藏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来个将计就计，先发制人。哟，是水丫头来了，分家后还习惯吗？
昨晚在新家睡得咋样？谢谢张伯，我们睡得很好。呀，水丫头这是咋了？哭过了？咋了这是不是受啥委屈了？说来听听。昨晚有人闯进我家，把好不容易借来的米给抢走了。啥？把米抢走了？谁干的？天太黑了，我没看清，只晓得对方是个男人。我家现在一穷二白的，除了那20多斤大米啥也没有，现在连米也被偷了，可真是要活不下去了。真是可怜了，哪个挨千刀的干出这种事？别让老娘抓到他，抓到直接扔井里。太欺负人了，咱前村居然还有这种败类。水丫头，你再仔细想想，那人有啥特征？特征？我确实没看清他的脸，但他在抢米的时候被我抓了一爪子，就在脖子那里。这就好办了，村里查一查，看谁脖子被挠花了，谁就是偷米的贼。对，咱们直接去挨个查，肯定能找出来。爹，你干啥去？回家。爹，你没听见吗？老二家的米被偷了。听到了，我又没聋。要我说，他们就是自讨苦吃。昨天闹着分家，今天就没了粮食，估计再过2天就得跪着回来求咱们收留。到时候爹可得好好教训一下他们。爹，你打我干啥？闭嘴，赶紧跟我回去。好家伙，这个女人只是不小心把水桶洒了，下一秒就被恶毒的婆婆一顿暴打。蠢东西，这点活都干不好，连老二家的那个狐妹子都比不过，真不晓得老大娶你回来有啥用？哼，还愣着干啥？赶紧把地扫了，然后去打2桶水回来。没错，以前像扫地打水这样的粗活都是分配给二房苏思水娘俩的，身为老大媳妇的张氏则是躲在厨房里偷懒看戏。现在二房分出去了，家里的活却一个没少，全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娘，水桶那么重，我拿不动啊，要不待会等老大回来了，我让他陪我一起去。你个懒婆，老大在地里忙了一上午了，你不心疼他，还想哄他替你干活，看我不把你！大清早的又在闹啥呢？爹，老大，你们看，娘又打我！蠢婆娘，还敢告你娘的状了是吧？哼，我让你消停点，聋了吗？老四呢？把他给我叫出来。老四他昨晚没睡好，我看他眼圈都青了，就让他睡个回笼觉。娘，你也太偏心了，我没睡好，早上不是照样起来干活，凭啥老四就能在家睡回笼觉？就是老四成天在家啥也不干，吃了饭就回屋躺着，娘也不管管。就你长嘴了是吧？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还他爹，你找老四干啥？吵死了！娘，我不是说了要再睡会儿吗？好吃懒做的混账东西！他爹，你疯了吗？干啥打老四？就是，我又没惹你，大清早的您吃炮仗了。老四，你把咱爹气成这样，还不晓得为啥？我看你真是被宠坏了。可不是，家里人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爹不生气才怪。狗东西，我问你，你昨晚干啥去了？干啥？我能干啥？不就是在家睡觉呗？还敢撒谎！你脖子上的血痕是不是水丫头给抓的？啥？那个臭丫头还打我腰饵！你给我闭嘴！爹，老四到底干了啥？这事和水丫头有啥关系？哦，我晓得了，昨晚去老二家偷米的人就是老四。啥？苏老大赶忙把全村人大清早帮着苏思水找小偷的事情说了出来。哎呦，昨天老二他们闹着分家的时候，爹可是当着全村的面答应分他们50斤大米，这还没过夜呢，老四就去把东西偷回来了。这事要是传出去，村里人该咋看咱们？以后咱们家可没脸见人了。你给我闭嘴！还他爹，要我说，偷了就偷了。当初老二分家说好了是净身出户，要不是臭丫头耍诈，咱家也不用给50斤大米，那可是50斤呐，够咱一家吃2、3个月了。废话少说，赶紧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爹，我是去偷米来着，但没偷着啊。你交不交？不交就打断你的腿。我说老四，你去偷东西已经够丢人了，现在还想把东西藏起来，未免也太自私了。是啊，那
那可是咱全家的口粮。你该不会是拿去卖了，换成钱了吧？说把东西藏哪儿了？爹，我真的没偷到啊！那老二家的臭丫头太狠了，我昨晚刚摸进他们的灶房，就被蒙头打了一顿。你个狗东西，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今天不把米交出来，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赵寡妇，完了，都忘了原主还有个指腹为婚的对象呢。赵婶子，您怎么来了？那啥，我听说你们二房分家了，就过来看看。那婶子进屋坐吧。这屋子破成这样，咋住人啊？二哥，你们分家的事情不是认真的吧？嗨，我们昨天才搬出来，家里确实还没收拾好。赵妹子，您别嫌弃。是啊，分家之后是过得辛苦些，但只要是为了婶儿好，苦点也没啥。你们这话啥意思？难道真是水丫头闹着分的家？昨天苏老太婆说水丫头挑拨你们分家，我当时还不信，现在看来都是真的。你们到底咋想的？二哥瘫在床上，连的都下不了，分家不是自寻死路吗？不是我说，你们也太宠水丫头了。赵婶子这话说的，我是我爹娘的女儿，他们不宠我，难道去宠外人？再说了，赵婶子跟咱们也够熟的，我们在苏家过的啥日子，别人不晓得，您还不晓得？现在我爹娘终于不用再受委屈，婶子不恭喜我们就算了，咋净说丧气话呢？苏思水，你这孩子咋跟你赵婶子说话呢？咱们迟早是一家人，你赵婶子也是担心咱。赵妹子，你一个当长辈的，可别和他一个娃娃较真。算了，我犯不着跟他计较。实话告诉你们的，我今天是来退亲的。啥？要退婚？妹子可不能退婚啊！咱家水儿和你家成龙可是从小就定了娃娃亲，这眼看着还有2年就要过门了，咋突然要退婚呀？上次我家成龙回村的时候已经跟我说了，等他考中了秀才，就把我接到镇子上去住，以后咱两家隔得远了，来往也不方便。你们还不如在村子里给水丫头另选一户人家，也能互相有个照应。可是婚事是2个孩子还没出生前就定下的，全村的人都是晓得的。要是退了亲，我家水丫头以后还咋见人啊？是啊，赵妹子，你家老张走得早，这些年来地里的农活，我们可没少帮忙啊。看在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情分上，能不能不退亲？啥意思？你们帮我家干农活，难道不是自愿的吗？哼，不过是帮忙犁了几亩地而已，这么点好处就想把女儿嫁到我家，白占一个秀才夫人的名头。我告诉你们，镇上那些大户人家都巴不得把闺女嫁给我家成龙了，你们家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就别做梦了。二哥，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以前靠着家里人，你们二房还能有口饭吃，现在分家出来，指不定啥时候就断粮了。你家水丫头要是嫁过来，相当于让我家成龙同时养活2家人，那他哪还有时间和心思读书考公呢？唉，不是我狠心，要怪就怪老天爷不容你，叫你成了摊子。谁说老天爷狠心了？老天爷至少叫咱提前看清了你的嘴脸不是？你说啥？咋？难道我说错了？你家男人走得早，这些年来你们家小到挑水洗衣，大到翻地播种，哪件不是我爹娘在帮忙？张成龙在镇上读书，啥时候干过农活？还好意思说你儿子养活我们2家人，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哼，那都是你们自愿的。赵淑芬，说话得讲良心，我们又不傻，谁会平白无故替你干活？爹娘，你们让赵婶子有良心，可真是难为她了。她要是有那玩意儿，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一直忽悠咱家替她养儿子。原来你一直拿我们家当冤大头啊！我真是瞎了眼，还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听好了，我苏长贵绝不会把女儿嫁到你这种人家的。哼，你给我滚！对，你走，以后再不许来我们家。切，走就走，你以为我稀罕来着？反正咱们2家的亲事是退了，以后谁也别理谁。等等，我让你走了吗？占了我家这么多便宜，说退亲就退亲，真把我们当软柿子了。你啥意思？2个条件，第一，退亲可以，不过得有正式的文书，免得你们张家以后又厚着脸皮反悔。就凭你家这样子，我跑都来不及，鬼才会反悔。第二，把我爹娘这些年来替你干活的工钱给结了，10两银子，少1分都不行。啥？10两银子？不过是犁了几亩地，哪里就值10两银了？苏思水，我儿子可是在镇上读书的，你敢讹我？信不信我让成龙去官府告你？信不信我让成龙去官府告你？水儿，10两银子确实有点多，都够咱庄稼户过1年了。要不就算了。不能算，
娘，你别觉得10两银子多，这些年的农活，就算是找个长工，也不止这点银子，更别说养活一个儿子了。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就去报官，正好我也去官府告你儿子骗婚。哦，对了，我不仅去官府告你儿子，还要去书院找他夫子，把他骗婚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就这德行，还想考功名当秀才，当个卵才？你敢？那就试试看，你看我敢不敢？我不仅能让张成龙没法考秀才，还能让他一辈子在镇上和村子里抬不起头来。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糟了，他该不会是气死了吧？这可咋办啊？快去请大夫。不用这么麻烦，我有法子。娘，你去打1桶苦咸水来，给他灌进嘴里就能好。行。苏思水，哟，赵婶子醒了，咋样？想清楚了没有？是老老实实退亲，结算工钱，还是我明天就去书院找你儿子？苏思水，算你狠。给你们要的东西。装啥装？就跟你看得懂一样。告诉你吧，这文书是我请村长写的，村长可是除我儿子外，整个前村第2个识文断字的，有他出面作证，谁也别想反悔。前村长办事我是肯定放心的，不过就一份解除婚约的文书还不够，我得再去找他写份结算工钱的证明去。没这个必要吧？去村长家得路过田地，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赵婶子，你不去可以现在就走啊？谁愿意在这待似的？对了，你别忘了我们家和你们家再没别的关系了，你遇上麻烦别来找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会缠着你儿子。最好是这样。爹娘，有了这笔银子，咱家也能过得松快些。你们歇着，我去找钱村长。水儿，你还真去啊？有些事情说清楚比藏着掖着更好。咱们不说，村里人光听赵寡妇的一面之词，肯定闲话少不了。婶儿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本来就是赵寡妇有错在先。不过咱家现在的情况，这银子拿了未见得是好事。这没啥，我待会儿去村长家的时候带点银子去孝敬孝敬他，请他以后多关照些咱家不就行了。听到这话，苏长贵和李氏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种人情往来的事情，他们夫妻2人都是做不来的。以前的苏思水也是个老实巴交的性格，没想到分家之后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爹娘，你们咋了？难道是心疼银子？不，婶儿说的对，咱家以后想在村子里立足，还得靠村长的庇护。你拿1两银子过去，请他吃酒。对。对，这老天一直不下雨，咱村里的地都结出盐块了。那能咋办？只能熬着。再等下去，咱村今年只怕要颗粒无收啊！咱必须得想个办法。想啥办法？要不咱去黑树林找找水源，万一能……不行，黑树林闹妖你又不是不晓得，别说是有水了，有金子也不能去。黑树林还有别的水源？水丫头，钱村长，钱大哥。大中午的不在家休息，咋跑我这来了？我是来请您帮忙的。水丫头，你和成龙退亲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了。成龙这小子是不错，但他毕竟远在县城读书，1年也回不来几次，听说还要再读几年的书才能考功名。你年纪也不小了，继续等下去可就成老姑娘了。村长说的有道理，所以咱家和赵婶子商量好了，大家和和气气解除了亲事。你们是和和气气解除了亲事的？是呀，赵婶子心善，虽然解除了婚约，却主动把这几年欠咱家的工钱给结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请村长您写个字据。工钱？啥工钱？张伯去世之后，赵婶子家的农活几乎都是我爹娘承包的，这算起来也有快10年了，当然得结工钱。水丫头，你赵婶子早早就没了男人，还要拉扯一个儿子，实在是不容易。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家又和他走得近，有些小事能帮一把就是一把，你说是吧？村长说的对，可每到农忙的时候，除了我家，也没见村里其他人帮赵婶子干活呀。再说了，婶子主动提出结算工钱，我们要是不收，以后传出去，人人都要骂他没良心，我们这不能害了他呀，您说是吧？说完这些，苏思水抠出一块碎银子，轻轻放到木桌上。钱村长，有句老话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为我爹的病，咱家没少被人指指点点，要是气势上再输人，就更没法在村里立足了。您是咱们前村的话事人，咱家以后可还要靠着您才能安稳度日。水丫头，你这是啥意思？用银子堵我的嘴，让我帮着你们欺负赵寡妇。村长，这事儿和退亲一样，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能叫欺负呢？既然是你情我愿的，那正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吧，既然你们2家都商量好了，那我也不好说啥。
待会儿立了字据，这件事就算是了结了，以后谁都不许反悔闹事。村长放心吧，有您镇着，咱前村谁敢撒野？就这样，苏思水成功的斩断了和赵寡妇家的关系，高兴的揣着字据往家走，但心里却思考着刚才村长和他儿子的对话。如果黑树林里真有别的水源，那最方便的就是我家了。野兔，看来今晚有肉吃了。糟糕，有人吗？救命！救命！怎么是个人？快救救我！我是前村人，刚才追着只野兔，一不小心就掉进这个土坑了。你干嘛？放我下来！你是猎户？是。这么说来，这个土坑是你挖的？对。你既然在这挖陷阱，为啥不做个记号？幸亏今天掉进去的只有我一个人，万一里面还有别的野兽，那我还能活着出来。对，给。你啥意思？道歉。这么老实？算了，看在你也不是故意害人的份上，我就不收你的东西了。不过现在天都黑了，你得送我出林子。我只送你到树林边，剩下的路你自己走。一路上，苏思水又和这个面具男聊了几句，便听到李氏着急的呼喊声：“水儿，水儿，你在哪儿？”是我娘，娘，我在这里。他来找人呢。水儿，你怎么跑到树林里面去了？真是吓死娘了！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只野兔，一时高兴就追着进了树林。娘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黑树林闹妖，千万不能进的。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呢？娘，对不起，咱家只有一口白饭，我如果能抓到野兔，爹娘就有肉吃了。只要你好好的，爹娘一辈子不吃肉也没啥。快跟娘回去，你爹肯定等急了。哦。水儿，你在看啥？没啥，咱回家吧。咋了，娘？这是哪里来的鸡？这个人未免老实过头了，我都说了不用赔偿，他还是把野鸡送来了。呀，这不是我的鸡吗？快给我取下来！大哥，你咋来了？我刚好路过，顺道来看看你们。大伯既然是路过，凭啥说这鸡是你的？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少废话，赶紧让开，我还得抓紧时间把鸡拿回去炖了。大伯非要硬抢，那我们只能去把村长请来主持公道了。臭丫头，你少拿村长来压我！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除非你剩下的20几斤大米不想要了。哼！二弟妹，水丫头还小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你们分了家，只拿了20来斤大米，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带走，这日子肯定不好过吧？如果家里能有个人帮着说好话，指不定爹娘能松口，多给你们一些东西。水儿，你大伯说的对，不过是一只鸡，给了就给了。看来这鸡大伯今天是吃定了。行，大伯想吃，我们待会儿就把这鸡给炖了，但只能在我家吃。为啥？大伯也说了，家里得有人帮着说话，但你拿回去他们都吃了，人人都帮着我家说话，那大伯的作用也就没那么大了。也对，那我中午就来吃，但如果到时候没有这鸡，那大伯就只管去村子里说我家的坏话，我保证不反驳。也不晓得这鸡是谁挂在这的，咱要是炖来吃了，万一人家找上门来咋办？还不如一开始就给你大伯，免得惹上麻烦。娘别担心了，既来之则安之。叫村长。前村长，嫂子，种苗喝水了，天气这么热，还劳烦你们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咦，这水咋和咱平时喝的不一样啊？爹娘，这水没有平时那么咸了。长贵，你们这水不是咱前村的吧？你在哪儿打来的？这水就是咱们村子里普通的井水，只不过是水丫头用特殊的法子净化过了，才没那么咸。咋净化的？快说说。是用棉布。村长大伯，我用棉布做引子，一点点把桶里的水引到盆里去，然后再用这些水来煮蒲公英。蒲公英有消毒杀菌的作用，这样就能得到干净的饮用水了。这么复杂？你家一直都喝这种水？当然不是，这么喝水会消耗很多柴火，我家也只是偶尔准备一些。前村长，这净化水的法子，我们可是谁都没告诉，只告诉了您。
倒不是咱小气，只是怕晓得的人多了，大家都去抢水囤水，到时候惹出麻烦可就不好了。你做的对，这件事以后千万别再提，更不能让第三家人晓得。村长说的对。对了，那个鸡炖的差不多了，我这就把它端进来。好香啊！大家也别愣着了，快尝尝吧。水丫头，这鸡就是你用净化后的水炖的吧？对，这么好的鸡，要是用苦咸水来炖，那不就浪费了？好久没吃过这么肥的鸡了。这鸡还剩了一半，我已经浸在井水里了，待会儿猪婶子带回去吧。这感情好。眼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苏思水突然叹了口气：“唉，水丫头，你咋不吃呢？”实不相瞒，我今天是有件事想求村长帮忙的。啥事？你们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情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指不定啥时候就断粮了。如果可以，我想请村长做主，把村头那2亩白田分给我们家。你说的该不会是村头那2亩被盐覆盖的田地吧？是啊，那2亩白田本来是我爷奶家的，但因为盐碱度太高，5年前就废弃不用了。钱村长，您是咱村的话事人，能不能求您做主，把那2亩田划给我们家？水丫头，倒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只是你们分家的时候已经说好只拿粮食，现在突然要地，怕是苏老头那不会松口。有啥不松口的？那苏老头子也太狠心了，就没他这么当爹的。闭嘴，吃鸡都堵不住你的嘴。村长不用替我们操心了，其实我们已经和大伯说好了，大伯已经答应把那2亩白田给我家了。只是爷奶脾气倔，他不敢直接说，想请村长先点个头。今天这鸡也是大伯点名要吃的，说是他帮忙传话的跑腿费。二弟妹，我来了，你们的鸡汤炖好了没有？村长，大伯愣着干啥？快坐呀！这臭丫头想干啥？不会真请村长做主了吧？您之前跟咱说的那个事，钱村长已经同意了。您回去跟爷奶说一声，我们就正式接管白田了。啥田？就是村头那2亩白田啊。大伯不是说愿意把它划给我家吗？钱村长没反对，现在就差大伯出面跟爷奶知会一声。我啥时候说过这话？大伯，你早上刚说的，回家之后给我们说好话，我才给你炖的鸡。这刚一上午，你怎么说话就不算话了？苏老大，你啥意思？连自家侄女都骗？是啊，常贵叔他们虽然分家了，但还是亲戚，你们1亩地都不肯分，未免也太绝情了。不是，我真的没答应过这些啊，都是这个臭丫头胡说八道。大伯，你又要反悔吗？该不会是为了诓我们的鸡吃，才故意那么说的吧？是啊，大哥，咱们咋说也是一家人，你可不能骗咱啊。苏老大，不过是2亩白田而已，你家空着4、5年没种了，分给常贵家有啥关系？抠抠搜搜的，也不怕村里人看笑话。村长，您别听他们胡说，我真的没有。钟毛，你待会去苏家走一趟，把这件事跟苏老头交代清楚。行。吃人嘴软，不管是出于交情还是真心，钱家人这次选择站苏思水这边。这个小丫头仅用1只野鸡，竟然换来了2亩田地。他娘做梦也不敢想，当初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这一眨眼的功夫，不仅有了自己的田地，还有了固定的住所。水儿，村长真做主把田地分给咱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娘，咱家不仅有地了，以后还能种出吃不完的粮食。但是这次是钱村长出面替咱把地要过来的，就算爷奶敲打锣鼓的来闹，咱家也不能松口，那样不仅拿不到地，还会把村长给得罪的。好，我和你爹都听你的。你给我跪下！爹，我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做主把咱家的田分给老二他们啊！都是那臭丫头在村长面前撒谎，还拿咱老苏家的名声做威胁。别打了，老大都说了是老二家那个小兔崽子使的坏，你有本事揍他去呀！使坏，说到底咋回事？是因为苏思水请村长一家吃鸡，才有等吃鸡。大哥，你不是一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吗？咋晓得老二家请谁吃了饭，还吃了啥？我晓得了，大哥今早根本没去地里，是跑去老二家蹭吃蹭喝去了吧？吃了人家的东西，当然要帮他们分田地了。老大，你真去老二家吃鸡去了？他们……唉，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看我今天不打废了你！另一边，苏思水来到田地里，便看到厚厚的盐堆积在表面上，这么严重。他四处张望了下，确定附近没人后，
随后便悄悄地伸出手，只见一股清泉以极快的速度渗入土地中，土地接触到灵泉水后，表层的盐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有效，有效。不过这2亩白田不能一下子全变了样，要不然会引人注意的。明天还需要做做样子才行。娘从这里开始挖，一起挖到那边，挖一条水沟的宽度就行。行。长贵媳妇，水丫头，你俩在这干啥呢？我和水儿准备种地呢。种地？你家不是只分了20来斤大米吗？哪儿来的地？是我大伯心善，去求了爷奶，把这2亩废弃的白田分给我家了。哟，这么看起来，苏老大还算是有良心。得了吧，真要是好心，就该分2亩好地出去。这白田荒废了能有好几年了吧？别说是种庄稼了，野草都不长一棵，这样的土能种个啥？就算啥也种不出，我家也记他这个情。大伯，大伯，谢谢大伯呀。瞧，苏老头脸都耷拉到地上了，肯定是不愿意把田地分给长贵家。就是，这白田他自己留着也是不种的，何必这么小家子气？磨磨蹭蹭干嘛呢？赶紧给我翻地！娘，你到树荫下坐着休息会儿，我去打些水回来。我去吧，顺便回去看看你爹。行。苏思水扛着锄头来到树荫下，刚坐了没一会就看到李氏惨白着一张脸回来了。娘，水呢？哦，我忘了，娘有点不舒服。水儿，要不咱先回去吧？好，那赶紧回去吧。小雨，你这是咋了？谁欺负你了？没谁欺负我，是水儿。水儿咋了？我看她好好的呀。我刚才去打水，听到赵淑芬说她是因为咱水儿是客亲才退的婚，还说咱水儿八字太硬，以后嫁到谁家就要死人。长贵，咱水儿名声坏了，以后可咋办啊？哼，这个赵寡妇之前明明说好是和平退亲，谁也不欠谁，结果她却在背后编排咱闺女。赵寡妇是吧？你给我等着！我都问清楚了，苏老二分家都是因为水丫头。听说是她在家里好吃懒做，被她奶给教训了一顿。谁想她不仅不收敛，还发脾气，差点一把火苏家的房子给烧了。啥？烧房子？她疯了吧？可不，苏思水就是个疯丫头，以后谁娶谁倒霉。我家成龙是要当大官的，哪能跟他成亲？对，赵姐家的成龙长得一表人才，水丫头模样一般，的确是配不上。但我家满儿就不一样了，从小就水灵灵的。赵姐，你家成龙啥时候回村？我请你们吃饭啊！秀芳妹子，我晓得你是啥意思，但我才刚和苏家退了亲，总不能马上又和你家定亲。万一老苏家那老太婆长麻烦。几位婶子，忙着呢。水丫头，你咋走路都没有声音的？是婶子们聊得太投入了，才没有发现我。你们刚才在说啥呢？没啥。咦，赵婶子，你这头上的簪子真好看，是前几天去镇上赶集的时候买的吧？这只簪子怎么和我家男人买给我的那个如出一辙？那啥，我家里还有点事，先回去了。等等，赵婶子，你这簪子我当真喜欢，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里买的？多少银子？去，你家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买啥簪子？一边凉快去，别挡我的路。哟，秀芳婶，你的簪子和赵婶子的好像，你俩是一起去镇上买的吗？能不能告诉我是哪家店？淑芬，你这簪子哪来的？当然是去镇上买的。你撒谎！赶集前一天我还约你了，你说你家里有事走不开，这次就不去了。你人都没去，咋买的簪子？我又没说是这次买的，这是我上次去书院看成龙的时候顺便买的。胡说八道，这明明是新月坊这个月才出的款式，咋可能提前买？我说呢，我家男人跟隔壁邻居一起去的镇上赶集，但回来的时候却整整晚了半个时辰。现在想来，指不定是在回家的路上拐了弯。赵淑芬，你给我一个解释。解释啥？我自己买的东西有啥好解释的？你少在这发疯。行了，不就是一根簪子吗？有啥好吵的？哼，都怪你，小年纪嘴咋这么碎？真是对不住，我不是有意的。秀芳婶子，你也别生气，赵婶子最是心善了，不可能做啥坏事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糖，前几天还给了我2颗桂花糖呢，那糖可真香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味儿呢。啥糖？桂花糖啊。我家赶集那天可买了2袋子呢，但到家后我男人说丢了1袋，现在想来怕是进了别人的嘴。赵淑芬，你桂花糖哪来的？我没有桂花糖啊，是她这个臭丫头诬陷我。
好，是我乱说的。那赵婶子想让孙婶放心，就带她去家里搜一搜。那么大一袋桂花糖，总不可能2、3天就吃完了吧？淑芬，你敢带我去你家吗？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不是我不带你去，是咱不能上了这臭丫头的当。丫头，你看着我干啥？没啥，就是想请翠花婶替我谢谢郑大伯。啥意思？就是上次我来打水的时候，刚巧遇上郑大伯陪赵婶子洗衣服，赵婶子怕我力气不够大，就让郑大伯替我把水提回家了。啥？我家老郑陪淑芬洗衣服？那天太热了，赵婶子洗衣服嫌晒得慌，还请郑大伯帮忙打伞来着。赵淑芬。下一集，赵寡妇被群殴，苏思水上门做警告。赵淑芬，你个狐狸精，居然敢勾引我男人，我撕了你这张脸！不要脸的小蹄子，我警告你，离我家男人远一点。再敢让我发现你和村子里的爷们儿不清不楚，就把你扒光了绑到村头的树上去。贱皮子，一天到晚打扮的糊里糊气的，勾引谁呢你？还敢带簪子，带个巴巴吧，拿来吧你！哟，婶子回来了，辛苦了。苏思水，你这个毒妇，我都按照你的要求结了工钱了，你为啥还要陷害我？这些年来，赵婶子仗着有几分姿色，没少忽悠着村子的男人替你干活，只是挨了几巴掌而已，不冤。我什么？你在背后嚼我舌根，叫我爹娘听见了伤心，我就把你干的那些丑事抖落出去，让你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乱说话，我就让你儿子和他的同窗都知道，张成龙的娘是10里8乡都闻名的俏寡妇。你凭啥？到底是凭啥？我一个寡妇，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不过是让同村的男人帮点小忙而已，凭啥就要对我喊打喊杀？等着吧，等我儿子以后当了大官，一定要你们好看。奶，歇着呢。臭丫头，你来干啥？家里粮食快吃完了，我来找你们要剩下那20斤大米。你想得美，赶紧给我滚蛋！奶，你确定不给我粮食，还要我滚？你滚不滚？不滚我就动手了！住手！老头子，你拦我干啥？这臭丫头就该直接打死！水丫头，你来要粮。是呀，爷应该也听说了，我家刚分出去的那天晚上，大米就被人偷了，也不晓得是哪个挨天杀的狗东西，全村一起找都没把他找出来，估计是个属耗子的，听到风声就打洞躲起来了。爷，你要是有线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水丫头，你出息了，以前是爷爷小看了你，没想到家里2个叔伯都不是你的对手。爷爷在说啥？水儿听不懂啊。哼，你不是把那2亩白田要过去了吗？有了地，粮食就该自己种。爷爷以为我是神仙吗？昨天刚拿到地，明天就能种出粮食了。那我管不着，你敢算计你大伯和四叔，就该想到有这个下场。别说是家里没粮了，就算是有，也不会分给你们。你不是能耐得很吗？那就自己去想法子去。爷奶是想赖账吗？我又没说不给你，只是现在家里穷，买不起粮。况且当初答应你的时候，也没说过给粮有期限。你且回家等着吧。也行，大不了我再去村里面借。一成立，应该会有不少人愿意帮忙。你说啥？一成立？你疯了！奶奶慌啥？反正利息是我给，你们只需要替我还清本金就好。虽然利息是高了些，但总好过1粒米都拿不回来。你说是吧，爷爷？你敢？我说啥来着？这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还不如直接打死算了。我就不信老二还敢为了这个小兔崽子和他老娘拼命。爷奶别生气，我不过是随口说说。你们既然不想把事情闹大，咱们还有一个解决方式。说，把我们以前用的东西还来，抵那20斤大米。想得美，讹了我们20斤大米和2亩田，还敢回来要东西？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们那些衣服被子用过的锅碗瓢盆本来就是半新不旧的，奶奶就算抠抠搜搜留下来，四叔也未见得瞧得上。但那20斤大米却是实打实的债务，只要我一天不松口，你们就一天不能安生。你个臭丫头，可以用20斤大米换你们以前的家当，然后咱们债务两清。谢谢爷爷，还是爷爷通情达理。那我这就去收拾东西了。不准呐，那些都是我的东西。
蠢货，你闹啥？老头子，那些家当可不能给他，当初说好是净身出户的。那些东西老二他们拿着有用，咱们留着就是废物一堆。你是想要20斤大米，还是那些破铜烂铁？那也不能这么便宜了，这个死丫头啊！日子还长着呢，只要我还活着，老二就翻不出我的手掌心。总有一天，我要他们全家跪着回来求饶。虽然说的是全部家当，但总共也就收拾出了半个板车。爹，看看这是啥？呀，这不是我做木工的工具箱吗？你去老宅了？水儿，你去找你爷奶了，没事吧？他们有没有打你？当然不会，爷奶可欢迎我了，还把咱家以前的家当都还给我们了。你快点给爹娘说实话，你是咋把这些东西要回来的？爷奶不是还欠着咱家20来斤大米吗？我用粮食换的。你爷奶能同意？为啥不同意？这些东西可值不了20斤大米的价格。我爷奶那么精，当然巴不得我把东西换回来。不过爹娘也别担心，咱家里还有赵叔分赔的工钱，等下次赶集我就去镇上买粮。行，那就听水儿的。对了，距离下一次赶集还有多长时间？还有1个多月呢，剩余的粮省点吃够吃的。粮食够，但咱们的那2亩地的种子是等不了。爹娘，我出去一下。水儿，刚回来你又要去哪啊？钱村长，朱婶子在家吗？是水丫头啊，我爹娘出去了，你找他们啥事？钱大哥，也没啥，我这2天在路上采到了一些药草，想着给你们家送些来。药草？这不就是寻常的野草吗？咋成了药了？这可不是野草，这些可都是好东西，能清热解毒，还能止血呢。啊！快，把人背进去！种苗，快来呀！你娘她腿摔坏了。下一集，苏思水为村长媳妇医治伤口，一战成名。在古代农村没有大夫的情况下，止血的方法竟然是用草木灰。小伤口还好说，一旦伤口大的话，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草木灰被鲜血浸湿脱落。糟了，还是止不住血。娘，你这是咋了？你娘她从田埂上摔下来，被树枝划破了腿。好痛！这伤口也太深了，血止不住啊。种苗，你家有没有止血的药草啊？没有。糟了，这可麻烦了，咱村子里又没有大夫，难道要把人送去镇上吗？去镇上得翻山，少说也要大半天，哪来得及呀？那可咋办呀？我可以治。水丫头，你可别添乱了，你又不懂这些，咋治？就是小娃娃就别凑热闹了。我刚好采摘了一些药草，其中就有可以止血的。钱村长，能不能让我试试？你会治病？婶子别怕，你这只是皮外伤，之所以止不住血，是因为回来的途中一直捶着腿，导致血液都流往了下肢。钱大哥，你去找个凳子过来，让婶子把脚垫高些。钱村长，婶子的伤口必须消毒处理，我需要干净的清水，还有包扎伤口的布条。水丫头，你够了啊！现在是啥情况？哪儿轮得到你在这瞎指挥？赶紧回家去，别在这捣乱。还药草呢？我看是野草还差不多。爹，这咋办？老钱，我是不是要没了？种苗，去拿干净的水和布。好。再冲1碗糖盐水，给婶子补充体力。水和布条找来了。水丫头，你真能治好我娘？放心吧。好，那就拜托你了。苏思水把用灵泉水调好的药膏涂上去，朱氏立马惊呼：咋了娘？不痛了，我觉得不痛了，还真有效啊！难道这些杂草真是药？看不出来呀，水丫头还有这本事。你们快看，血也止住了。婶子，虽然伤口不痛了，但你还是不能下地行走，必须得等到结痂才能活动。还有这几天伤口不能沾水，我会每天来给你换1次药。今天多谢了，改天请大家伙吃馍馍。好，那我们就不打扰朱婶子休息了。水丫头，这次多亏了你。没啥，本来我就是来送药草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帮上了婶子。你啥时候认得药草了？以前咋没听苏老头子提过？我爷奶对我和爹娘又不好，我为啥要让他们晓得？钱村长是好人，我自然愿意把好东西给您。水丫头，你来找我，除了送药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村长，那我就直说了，我想用那些药草和您换些种子。种子？
你还真想在白田种庄稼？不是我说，那田种啥都出不了苗的，你也别折腾了。不瞒村长，我已经想到了改善土质的法子，现在换些种子就是想试验一下，万一能成，到时候整个村子都能受益。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给你一小袋种子。对了，现在谁家都不容易，给你种子的事情可千万别往外说。我晓得，谢谢村长。离开村长家，苏思水哼着歌往家走。见到他的村民也是比平时客气了许多，毕竟谁也保证不了以后没病没灾的。途中路过黑树林时，苏思水站了片刻。相比起干旱的前村，黑树林里的资源显然更加丰富。如果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倒是可以尝试学习面具男去林子里设陷阱捕猎。爹，你会做弩不？弩？你要那玩意儿干啥？水儿，你可别想着再去黑树林了，那里多危险呀！爹只管说能不能做，就算我不去黑树林，也可以留着防身啊。咱家距离黑树林这么近，万一啥时候蹦出个野兽咋办？你要是能做出弩，在家也能保护我和娘了。非要做也是可以的，但我恐怕还得琢磨琢磨。谢谢爹。苏长贵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做木工上面，一改之前消沉的状态。苏思水则把心思放在了育苗上。以现在的土质，直接埋进地里，肯定是什么都长不出来的。最保险的做法是先用灵泉水滋养浸泡种子，把普通的种子改造成超级种子。想到这，苏思水关上房门，确保李氏和苏长贵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后，操纵意念进入了空间。十二，咋了爹？你看这是啥？弩！哇！爹，你这么快就做好了？你爹晓得你想要，硬生生熬了一夜做出来的。好漂亮，爹辛苦了。不过下次不要再熬夜了，对身体不好。好，爹都听你的，你快试试看看好不好用。好好好。下一集，苏思水在探黑树林，竟然用弩弓打了一头野猪。不是吧，好多肉！嘿嘿。我的猪！你一个女娃，胆子咋这么大？为啥还敢进黑树林？我是来打猎的，又不是来玩的。这是狗，它叫乌云。这是你的狗？对，你放心，没有我的命令，它不会发动攻击。野猪你带走，以后别再来这个地方了。乌云，好神气啊！我可以摸摸吗？不行。为啥？乌云不喜欢生人。那我分它猪肉吃，就算是朋友了。乖乖狗，给姐姐摸摸行不？好好好，不摸就不摸，真是宠孝主人相，咋跟你爹一样凶？好了，你该走了。乌云，松开。这野猪能猎到，也多亏了乌云帮忙。要不这样吧，我把野猪分你们一半，但你得让我摸一下，可以吗，乌云？那我们说好了哦，用肉肉交换摸摸。乌云，你刚刚好威风哦，喝水不？果然没有一个动物是不爱灵泉水的。乌云向来谨慎，别说是吃外人给的东西了，就是我喂食，他也会先把食物拖到隐秘的角落才会进食。今天这是怎么了？乌云，乌云，好狗，好想要啊！乌云长得和狼好像，你是咋驯化的？它是狼和狗的结合。乌云他爹是林子里的狼，他娘是我家养的狗。那你家岂不是还有很多狼犬？都像乌云这样威风吗？我可以去看它吗？没有，一口水而已，丢不丢人？喂，说好野猪分你一半的。不用，乌云不喜欢猪肉。乌云，你一直跟着我呢？你走得太慢了。你一直跟着我，是因为不放心吗？你关心我呀？你想多了。喂，你等等啊！就到这吧，今天真是谢谢了。小事，再见。等等，咱们也见2次了，算是朋友了。下次你要是没空，我可以帮你遛狗呀。遛狗？就是乌云每天都得遛弯吧。你如果忙着打猎，我可以帮忙，你也不用谢我。谁叫我和乌云有缘分呢？你是想玩狗吧？嘿嘿，看破不说破嘛。谁让你养了这么漂亮的狗子？大不了每次见面我都给乌云带水喝。
你看，乌云都答应了，你这个当爹的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不是他爹，其他的下次再说。切！天啊，这么大一头野猪，亏得你能拖回来。这真是你猎的？爹，有你给的武器，咱家现在也能实现吃肉自由了。这么大头猪，全部制作成肉干，少说得吃大半年了。水儿，咱一下子得了这么多肉，要不要分一点出去？爹想分给谁？你爷奶身体不好，平时也吃不上这些好东西，要不……是啊，水儿，要不咱给他们匀一些？行呀，爹娘想给那咱就给。水儿，你真的愿意吗？我还以为你不肯把东西分给你爷奶呢。咋，爹觉得我是那种冷心冷肺的人吗？当然不是，我家闺女是最好的。以前都是你爷奶糊涂，才那样对你。爹娘尽孝是应该的，不过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就算是要给肉，也不能直接给。不直接给，那要咋给？很简单啊，先把猪肉烤成肉干，然后说是我去镇上用草药换的，而且一次还不能给太多，否则就算爷奶不贪心，四叔也会闻着味儿馋上来。行，就按照婶儿说的办。爹娘，我有点累了，想去屋里躺躺。快去快去，这里交给娘来处理。灵泉水果然有效，明天就能种地了。哟，老二媳妇，你这是哪里找来的苗啊？大伯娘，你咋来了？家里的衣服洗了没？谁打了没？你不给大伯他们做晌午饭，咋有空到处溜达呀？你少得意了，我虽然要干活，但至少能把饭吃饱，不像某些人到处借粮过日子。今早刚吃了猪肉饭的母女两人对视一眼，忍不住偷笑。你们笑啥？一个个的别不知好歹。大伯娘这么闲，回家多给你男人洗2双袜子吧，免得又被我奶揍得满头包。臭丫头，真是反了天了！大家快来看啊，老二家的地居然出苗了，他家可真有本事，白田都能种出庄稼，以后吃喝不愁了。闭嘴，你瞎嚷嚷啥？咋，害怕了？刚才不是很得意吗？连我这个长辈都不放在眼里。天啊，出苗了！老二媳妇，你们是咋办到的呀？老二媳妇，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快跟大家伙说说，你们用了啥法子？老二媳妇，快说说你这些苗都是咋种的啊？我快说，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这苗是我种出来的，你们有啥要问的，找我。水丫头，你也别生气，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啊，今年一直不下雨，庄稼种不出来，大家伙都要揭不开锅了。我都从赵寡妇那听说了，你家最近都没咋去打水，多半是找到了新的水源，是不是用新的水源种出苗了？新水源，这可是比人命还珍贵的东西。大伯娘说的对，我们的确找到了治理白田的法子，只要你连喝3大碗苦咸水，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难道真有新水源？水丫头，你赶紧把新水源告诉我们了，大家都靠着它活命啊！那得看我大伯娘的诚意了，她今天惹了我不痛快，只要她肯把水喝了，我就说。凭啥？我不喝。那我也没办法了。苏老大媳妇，你也别怪咱。下一集，苏老大媳妇贼心不改，去苏思水家田里捣鬼。这个村子的土质属于盐碱地，不仅田地里长不出来庄稼，就连打出来的井水也是危险苦涩的。即便这样，每天打水还是得排好长的队。然而今天，张世静说苏思水一家找到了新水源，引得全场村民都沸腾起来了。苏老大媳妇，你也别怪咱，只要你喝了它，咱们全村就都有干净水喝了。你就忍忍吧。我不。啊，好咸啊！我不喝。水丫头，我们已经替你出气了，快把水源地说出来吧。大家也看到了，如果我真找到了新的水源地，大伯娘也不会被闲得要死不活的。啥意思？难道新水源是假的？你耍我们呢？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确实是没找到新水源，如果找到了一定告诉大家，别说是新水源了，就是我发现了石油也会告诉你们的。用你告诉，那玩意自己会定位。那我要是发现了提高出苗率的法子呢？啥法子？就是咱们村子的田地之所以老是积盐，除了不下雨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耕种方式不对。我们都晓得井水是咸的，这些咸水灌进地里排不出去，盐分就会停留在土壤中，日积月累就成了啥都种不出来的白田了。但如果每亩田地都能挖出一条排水沟，把盐水引走的话，自然就能把田地养好。真的假的？就挖几条沟，地就能变好了？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要是信，就照着我的法子做；要是不信，就另想别的办法。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万一作用不大，也别来找我的麻烦。毕竟我本来是想试验之后，确定有效果了再告诉大家的，没想到有人性子急，一早就把事情捅出来。臭丫头，我看你就是想害我，挖个沟就能出苗，根本就是扯淡。大家都别信，他肯定还有别的秘密没交代。话说到这里，村民们有人相信，有人生疑，但不管如何，他们都不敢在这个档口得罪苏思水，毕竟都知道他会医术了，谁敢得罪他，那就是嫌自己命长。行，那咱们就按照水丫头说的法子试试看，不过就是挖几条沟，要是真有用，那就救了大家的命了。那样的话，水丫头就是为大家立了大功了。在一众赞美声中，苏思水和李氏被人簇拥着回了家，剩下的村民们则是迫不及待去自己地里挖排水沟，唯独张氏遭人灌了苦咸水，还被训斥了一通，啥都没捞着。爹娘，老二家简直就是白眼狼，明明晓得改善白田的法子，居然藏着不肯说。我就说老二一家咋突然哄着老大把白田要了过去，原来一早就想好咋做了。老头子，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得找老二说理去。蠢货，水丫头要是真有改善白田的本事，那她就是全村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别说是村长了，就连咱家也得捧着她。我警告你们两个，现在不是得罪老二一家的时候，别给我干蠢事。娘，难道咱真要哄着那臭丫头？明明是她诓了老大，才把白田给要了过去，现在居然还成了香饽饽了，那咱家算啥？给她做嫁衣的倒霉蛋了？你以为我愿意跟那小兔崽子服软？屁，他算个啥东西？娘，要不咱先给他一点教训。咋教训？他不是仗着种出了苗，就在村子里耀武扬威吗？那咱就趁着天黑去把他的苗全拔了，看他还咋嚣张。不行，万一把苗搞死了，别说是你爹，村子里的人都得找咱拼命。咱又不是真的要把老二家的苗弄死，只不过找个地方存起来，叫他家先着急一阵子，等他们没法子了，再让咱爹出马把找到的苗送回去。这么一来，咱们不就成了老二一家的恩人了？到时候爹娘一句话，他们还不得赶紧把出苗的秘密都告诉咱？好法子，那你今天晚上就去把老二家的苗都带回来，记得千万别让人发现了。不是，娘，就我一个人去啊。不是你去，难道是我去？哼，死老太婆！张伯，您在家吗？唉，这条黄狗虽然凶恶有余，但聪明不足，明显少了几分灵气，赵乌云差远了。水丫头，你找我干啥？张伯，我有件事跟你商量。你一个小娃娃能有啥事找我？所以你是想借我家的狗，让它晚上替你家守田？不好意思，没兴趣。一成。如果能成功守住地里的苗，收成后我答应分你1成粮。你能做主？放心，分家之后，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主的。亲，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晚上我会把大黄带过去。老钱婆，好事只想得到自己，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倒是想起我了。你个大香蕉的，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苗都给薅光了！救命啊！死狗，走开，别咬我！张氏满身狼狈地回到家，确定屋子里持续不断地传出苏老大打鼾的声音后，才松了口气。他不敢让苏老大发现自己悄悄溜出门这件事，决定先把弄脏的衣服脱了藏在门口的竹筐里，等天亮再拿出去洗干净了。现在的采花贼都这么胆大了吗？呆，哪儿来的采花贼，敢在你四爷爷家里作乱？看我不剥了你的皮！爹娘，家里进贼了，你们快来啊！你个大香蕉的，敢动老子的媳妇，老四给我揍！哪个贼进门了？抓住了没有？爹娘，你们看，就是这个贼！我刚刚出门撒尿，亲眼看到他溜进咱家的院子，脱了衣服就往大哥的屋子钻。我媳妇呢？把我媳妇藏哪儿去了？啥？你媳妇没了？快把我儿媳妇还来！这个手法咋这么熟悉？把人给我绑了！今晚不把老大媳妇找回来，就把他雀儿剪了，挂到村口树上去。别碰！
咋了娘？老头子，把火把拿过来。大嫂。下一集婆媳大战一触即发。海花贼，快把我儿媳妇还来！这个手感咋这么熟悉？老头子，快把火把拿过来！大嫂。老四，你搞啥名堂？大半夜的把你大嫂当成采花贼，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吼啥？我又不晓得是大嫂，都不晓得是谁，你就跑来我院里打人。哦，我晓得了，大嫂怕不是趁你睡着出去偷人了？滚蛋！自己管不住媳妇，怪到我身上来了。今晚要不是我发现，你还指不定要戴多久的绿帽子。都给我消停点儿！深更半夜的，是想把村子里的人都招来吗？老大，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赶紧把你媳妇儿抬回屋里，光这个身子像个啥样子？行了，家里没遭贼就好。今晚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给我烂在肚子里，听到了没有？晓得了。老大，你也别气了，要我说，还是张氏自己不检点。难道他真是偷男人去了？醒醒，你给我起来说清楚！醒醒！你大半夜不睡觉，光这个身子出门干啥去了？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今天就打死你！常父，我没有，没个啥，你一天到晚正事不做，就晓得折腾。哼，我们老苏家是做了啥孽，咋就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回来？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是你让我去找老二家的麻烦，我也不至于被村里人逼着灌咸水。还有，我还不是听你的话，才会大半夜去地里偷苗，被狗咬破了衣服。你乱讲，我啥时候说过这些？不是你是谁？咱家里就你心眼子最小，当初要不是你偏心小叔子，也不至于逼得老二分家。现在看老二家过得好了，又想去找麻烦。常父啊，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什么？娘恨你把那2亩白田给了老二，成天变着法的折腾我。我要是不去，哪还有活路啊？你这个挑事的蠢货，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打老二家的主意？你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苏老头儿，大晚上的，你家吵啥呢？就是，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没啥，婆媳吵架而已。老头子，我错了，咱有话回屋里说，行不？娘找你干那些事，你咋不跟我说？我咋说？就算说了，你能管得了吗？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娘还不是想揍我就揍我？还有那个老四，成天就晓得拱火，生怕咱大房过得比他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等我找到机会，一定要让老四也尝尝挨揍的滋味。真的假的？我奶大半夜和大伯娘打起来了？当然是真的，不仅他们婆媳打，你爷还动手了呢，只不过是打的你奶。是的，我亲眼瞧见了，你奶像个鹌鹑似的，被他拎着回了屋，之后还惨叫了大半夜。大黄，昨晚干得好，这是给你的奖励。嘎嘣脆，野猪味。咋了？还想要？想吃的话就得先认得我，以后看到我不许再乱叫了，晓得不？好狗，好狗。蔡公子，您这是在看啥？瞧见那美人了没？本公子觉得不错，真是没想到，偶尔来一趟村子里，居然能遇上这样水灵的姑娘。你去把她带过来。她呀，那是我侄女。你侄女儿 ？Nice。既然是你侄女，那就更好办了。你回去跟家里人说，把你侄女儿嫁给我做妾，回头本公子肯定重重赏你。蔡公子，不是我不帮您，只是我这侄女一家已经从我们这里分出去了，她的婚事我可做不了主啊。那你就去找她家里人，告诉他们本公子有的是银子，只要他把女儿交出来，我给他家20两彩礼。20两？你要是替本公子把事情办妥，我再单独给你10两银子。你要是不行，本公子就换个人去，无非就是提个亲，多大点事。蔡公子，不瞒您说，我那个兄弟和嫂子是死脑筋，你要让他们直接答应把女儿嫁给做妾，估计有点麻烦。但要是换个法子，多半能成。啥法子？快说。姑娘家最在乎是啥？您晓得吧？只要您……你小子连自己侄女儿都坑，真是坏到骨子里了。
不过老子喜欢。谁？出来！哟，苏姑娘，真是巧啊，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你是谁？你怎么忘了？我蔡全，咱们之前在镇上见过的，当时还有你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没想到都穿越到古代了，还能遇上这种诈骗形式的搭讪。我想起来了，是秦婶子吧？她把钱带丢了，是你帮忙找来的。啊，对对对，就是秦婶子。那公子今天是找到了，直接给我吧，就10两银而已。10两。给。蔡公子这样尊贵的人，就专门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还银子来了吗？顺便来打猎。蔡公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需要打猎。当然，不打猎咋吃得饱呢？苏姑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是怎么打猎的？也好，我正想去树林子边上逛一逛，看能不能采些野菜回去。走着。两人一拍即合，朝着树林走去。蔡全满心满眼都想着待会儿怎么把美人搞到手，然后再把银子拿回来，根本没注意自己被带着进了黑树林。原主压根儿就没有结识蔡全的记忆，但对方却知道了我的身份。如此推断，要么是这个男人早就盯上了我，再就是有人倒卖了我的信息。不管是哪种，蔡全都留不得。正好第一次进林的时候，我掉进去的那个陷阱就在附近。苏姑娘怎么停下了？蔡公子，我好像看到野兔了，就在那边，你要不要看一看？野兔？野兔哪有苏姑娘吸引人？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蔡公子，你这是干啥？快放开我！下一集，面具男又一次来搭救苏思水，却不想面具意外掉落。你是谁？赶紧给老子滚蛋，不然干啥？救命啊！妖怪！郭烈突然失去面具的遮挡，猛烈的倒吸一口凉气，随后狠狠地将蔡全灌在地上，慌张地低头寻找丢失的面具。然而越是着急，越是找不到想要的东西。给你。别过来。好，我不过去。面具给你放在地上，你自己来拿。郭烈，好了吗？我要转过来了。郭烈，今天真是谢谢你了。我先走了。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走开，以后不许再到这来。郭烈，我刚才都看到了，但我不怕你。你说啥？我们是朋友，不管你长啥样，我们都是朋友的，我不怕你。你真不怕？放心，我真的不害怕。我可以看看你的脸吗？我是大夫，说不定可以帮到你。不用。如果能治好呢？能治好的话，你以后就不用戴面具，更不会担心会吓到别人了。行。你这脸不用治了，我不需要。别担心，你这脸还有救。真的？当然，骗你是小狗。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可万一……就算治不好，无非就是保持原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好，你想要多少？啥？诊金，我没去过正经的医馆，不晓得该给多少，而且我也没银子，能不能用猎物代替？我给你治脸可不是为了收你诊金，而是因为咱俩是朋友。你这么说，我要生气了。对不起。他怎么还是这么老实？你既然想要谢我，那能不能把乌云借我养2天？不行，乌云认主，不会跟着你走。我很会训犬的，你把乌云借给我，我保证他以后都不想回家了。真不行，乌云见不到我的时候会伤人，你管不住他。切，我可以把家里的猎物分给你。我现在自己就能打猎，谁要你的猎物？我有很多。很多是多少？这也太多了。这个给你，它的皮剥下来可以垫在床上。这可贵了，你确定给我？你想要多少都行。那我全都要呢，你也舍得给？舍得，我可以再练。傻子，你还没说你要多少呢？我现在啥都不要。为啥？这么热的天气，这些肉我拿回去很快就会坏掉。你这个储藏间在山里能隔绝一些热气，能保存的久一些。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些东西最长能放多久？往些年可以放3到4个月，但今年不下雨，存不了太久。那你要不要跟我合作？我可以把这些肉制作成肉干，拿到镇上去换钱。你出成本，我出技术。我没想过这些，况且我也不懂。你看啊，这些肉估计也存了一段时间了吧？与其让它坏掉，不如拿去卖了，换成银子。你不方便出林子，我可以负责销售。好，你要多少都可以。说干就干。苏思水在储藏间选了些快坏掉的肉出来，剔骨改刀做成条状。郭烈则是在外面搭建土窑，不一会的功夫，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吉时已到，点火开烤。
好吃好吃。对了，我那些骨架别扔，下次赶集的时候我得带去镇上。这些骨架不值钱，背着还麻烦。你想要别的肉，我给你打来。你不懂，这些可是卖肉干的关键道具。总之你别问了，到时候只管等着数银子就好了。好，时辰差不多了，我得回家了。我送你出树林。回去的路上，苏思水一直畅想着自己的肉干生意如何大卖，赚他的盆满钵满，却没注意脚下。小心陷阱！哎，那个谁呢？咋不见了？不用管，多半是被野兽叼走了。这个给你，下次在树林遇到危险，你就吹响哨子，我听到了就来找你。行，多谢了。水儿，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就在附近转悠啊。你胡说！刚才你四叔经过咱家，说你跟着一个男人进了黑树林，你咋不听话，又跑到那种地方去了？四叔，那个蔡全多半是他招来的了。他还说了啥？还能有啥？光是去黑树林就够我和你爹担心的了。水儿，你可不能老去那种危险的地方，万一遇到妖怪咋办？还有，那个跟你一起的男人是谁？他叫郭烈。郭烈？谁是郭烈？咱村子啥时候有这个人？他是住在黑树林里的猎户。苏思水原原本本把第7集和对方相识的过程说了出来。当时要不是郭烈帮忙，我还不晓得要在土坑待多久呢。还有挂在咱家门口树梢上的野鸡，也是他送来的。还有，我上次猎到的野猪，都是人家帮忙扛回来的。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你晓得他是啥人，就敢跟着他一起进树林子，万一出点事，你叫爹娘哪儿去找人？娘别生气，你闺女又不是傻子。郭烈要是个坏种，当初就不会把我救起来。我也是考察了他好久，才决定跟他交朋友的。你还跟他交朋友？长贵，我是管不住你闺女了。水儿，你说的这个人要是个好的，为啥不搬到村子里来住？他躲在黑树林里，肯定就不是啥好东西。你还小，可千万别被他骗了。苏思水知道现在他爹娘还接受不了郭烈这个人呢，索性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接下来的几天，李氏都像是盯犯人一样盯着苏思水，只要稍微一出门，他就会跟上去。这样不行，会耽误我的肉干生意的，得想个办法。娘，你先给爹按摩一会儿，然后把药包敷在他的背上，等药包凉了，再让爹去泡个药水澡。这些有用吗？试试呗，这些可都是我弟弟在书院给我带回来的医书上记载的，说不定爹的腰上泡上几次就能下地了。行就轻耍的。爹娘，我出去一趟。你要去哪儿？上午不是刚出过门吗？咋又要出去？没柴火了，我得去捡一些，不然晚饭咋整？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乌云，你爹呢？他咋不出来？干啥？你想让我跟你走？行，那你领路吧。下一集，苏思水摆摊卖肉干。看有花谢花满天，湿地枯叶又不闲。朝朝有暮暮朝暮间，却难勾勒你的脸。我轻叹浮生看红颜，后继续多少年。来生的遗憾谁来写？只有我和留人间。你咋来了？我是来给你送药的。那你等我一下。哦，好的。真没想到黑树林里面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水源。给，这里面是我调配好的药膏，洗脸的时候要温柔些，别去用力揉搓，更不能挤。好。你这水看起来挺深的，里面有鱼吗？有，但很少。那能抓到吗？我想吃鱼。鱼肉少，还有刺，不好吃。你想吃肉？我的储藏室还有很多。你不懂，吃鱼不光是吃肉，而是享受那种氛围。这样吧，你要是能抓到鱼，我就亲自做给你吃。你喜欢啥口味？红烧、清蒸、铁锅炖鱼，还是滋味烧烤？我都没吃过。唉，真可怜。就这样，两人一狗吃着滋味小烧烤，没羞没臊的一待就是大半天。临走的时候，交代郭烈打包好肉干和骨架，明天一早就来拿。水儿，这也太早了，村子里其他人还没动身，要不晚点再走？不用，我脚程慢，跟他们一起走反而拖速度。娘您别担心，我争取早去早回。好，银子我用针线给你缝在衣服内侧了。镇上人多，可千万小心些，摸银子的时候也注意些，别被小偷盯上。晓得了，娘。要是拿不了太多东西，就下次再买，千万别逞能。好。爹，
路上小心些。放心吧，等我回来你就在家偷着数银子吧。好好好，等我回来给你喝8度灵泉水。老板，打扰了，我想跟您租个火炉子。没有，哪儿凉快儿到哪儿去。老板，我是租不是借，您如果愿意做这个生意，可以开个价。去，没看到我这忙得很吗？你一个卖货的，老老实实去门口摆摊，少搞这些没名堂的事情。老板，莫欺少年穷，您这样做生意，迟早要翻车的。穷。老板娘，请问有空吗？妹妹，你想吃啥？我家的面可新鲜了，都是今天刚赶出来的。我不要面，我只是想跟您租一个火炉子。你要这个干啥？卖货？听你口音是前村来的吧？这么重的货，亏得你一路背过来。行吧，反正我家也没生意，你要炉子就借给你。多谢。对了，您不介意我就在门口起灶吧？借倒是不介意，但你想干啥？待会儿您就晓得了。肉干，新鲜的肉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好吃不贵，风味加倍。丫头，你这肉干咋卖？野鸡肉干50文一斤，野兔肉干30文一斤。啥？这么贵？你咋不去抢？婶子，我这可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野味，不是家养的饲料猪、饲料鸡可以比的。丫头，你要是卖10文，我就来2斤，咋样？什么10文？你才是抢了吧！今天集市上的猪肉卖多少文一斤？鸡肉卖多少钱一只？10文，亏你说得出口。不卖就不卖，你吼啥？对不住啊，丫头，把你的生意搅黄了。没事，那人手里已经拿着买好的猪肉了，估计就是随口询个价，未见得是真心要买。唉，现在这世道，咱们老实人总是受欺负，反倒是那些没良心的活得滋润。姐，方便问一下不？您这店面也挺大的，应该开了挺长时间了吧？咋瞧着没几个客人呢？哼，还不是对面姓张的捣鬼，把我家的菜谱都给偷了去。你说的是那个脸上有颗痦子的老板？对，就是他。以前是我家的厨子，还是我爹的徒弟。我爹还在世的时候，他装出一副老实的模样，哄得我爹把做面的本事都交给他。结果上半年我爹病重，把店托付给他照看。谁想这狗东西居然另立门户，还把我家的老客户都给挖走了。我爹晓得了这件事，一怒之下没挺得过来，很快就走了。我是个女人，一开始本来没想继承家业，但我爹被他气死了，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想着把店接过来，要让那狗东西付出代价。唉，结果你也瞧见了，我没学到我爹的本事，根本比不过他。姐，你家还有现成的面条不？有，我家就是卖面的。要不我给你做一碗吧？你给我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也到中午了，估计你也饿了吧？行，那我就尝尝你的手艺。天啊，好香啊！姐，你尝尝味道。哇，好吃，太好吃了！你是咋想的？居然用肉干来做面，这不是就地取材吗？谁叫我就是个卖肉干的呢？姐，我看咱俩挺有缘的，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你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卖肉干上面？对，我来烤肉干，你来煮面。野鸡肉面干15文一碗，野兔肉干面10文一碗，收益我6你4，咱俩分工合作，不怕没银子赚。那感情好，小妹子，你可真是我的救星。我叫朱桃，你叫啥名？苏思水。思水妹子，你出的肉干更贵，这样我每碗再让你1文钱的利润。好好好。两个女人合计好了之后，立刻开工。朱桃又搬出来一个炉子，让苏思水可以在店铺门前专心烤肉。肉干经过柴火的炙烤，开始滋滋冒油，再把调配好的香料撒上去，烧烤的香味顺着风向传到集市里面，很快引发了一阵骚动。你们这是在做啥？卖烤肉干的吗？我们是卖肉干面的，面条用骨头汤来煮，肉干做浇头。今天有野鸡肉和野兔肉2种口味，客人想吃哪样？野鸡肉面多少钱？15文，保证料多，叫您吃过就忘不了。15文有点贵啊，隔壁的肉丝面也才12文。瞧你们两个女娃年纪轻轻的，做生意可不能太黑心哦。比咱家便宜的面条没咱家分量大，比咱家分量大的没咱家味道好，比咱家味道好的没咱家便宜。各位叔伯婶子，这品质摆在这里，大家肉眼都看得见。给我来1碗。好嘞。下一集，苏思水和朱桃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却不想路遇劫匪。
这个男人好心机，先是装老实，哄骗他师傅把所有的本事都教会了他，等时机成熟，另立门户，甚至还把所有老客户都给挖走，以至于师傅被他活活的给气死了。师傅女儿见此决定继承家业，然后给对方一点教训，奈何自己没学过做面，以至于根本比不过对方。恰巧这时女主来到这里得知了此事，然后俩人研发了肉干上面，把对面的人都引过来了。咋样，好吃不？到底好不好吃啊？你倒是说句话啊！我滴个亲娘，这也太好吃了！再来一碗。我也要一碗，给我也来一碗，要野鸡肉干味的。鸡肉干和兔肉干各来一碗。一时间，原本门可罗雀的面店突然就迎来了这破天的富贵。苏思水和朱桃忙得不可开交，不知不觉汗水都湿透了衣衫。就这样，连续忙了1个多时辰后，朱桃突然发现准备的面条全都卖空了，这才不得不停止接待新客。抱歉了，今天的面条已经卖完，感谢大家的捧场。这么快就没了？那我们排这么长时间，白忙活了。辛苦各位大哥大姐了，今天是我们招待不周，没让各位吃上面条，这肉汤是免费的，大家喝上一碗消消火气。行吧。思水妹子，你可真厉害！姐，面卖完了，但我这肉干你收不？你要是愿意收，我给你打9折。愿意，我当然愿意啊。刚才我还担心呢，你这肉干要是卖完了，我这面条可就没销路了。你家还有多的肉干不？我都收。有倒是有，只不过制作一批烤肉干再送到镇上来，可是个费时费力的活计。姐，你要是真想跟我长期合作，咱得签个协议。行，你想咋签？我每隔10天给你送一批烤肉干，野鸡肉算你50文1斤，野兔肉30文1斤，还有野猪肉70文1斤，到时候骨架免费送你，但你得给我出来回的车费，咋样？没问题，就按照你的价格算。好妹子，你可真是我的贵人。签好协议，苏思水拿到之前说好的分成，揣着满足的心情走进集市，按照原本的计划开始采购。哟，这不是前村苏家的小娘子吗？确实长得挺清秀的，就是年纪小了点。你懂个屁，年纪小才味道好。四叔，臭丫头，上次是不是你得罪了蔡公子了？赶紧过来磕头。苏思水，可算让我逮着你了。蔡公子，你没死啊？你还敢说？敢偷袭你蔡爷爷，就得付出代价。偷袭？不是啊，那天明明是你自己逞能，吃了毒蘑菇产生幻觉，咋怪到我头上来了？什么毒蘑菇？不是说见到了黑树林的妖怪吗？妖怪？要是有妖怪，那早把我们2个都吃了。明明是蔡公子说自己是罗汉转世，百毒不侵，非要吃几个蘑菇给我证明。我都说了，生蘑菇吃不得。他说自己不仅能吃蘑菇，连米田共都敢吃。臭丫头，你找死！今天我就要让你小的得罪蔡爷爷我的下场。你们几个也别愣着，抓着这个臭娘们，一人赏银10两。狼！救命！救命啊！退下！你居然能够指使野狼，你这个妖女！还有精力指责我呢，看来是伤得不够重，要不我还是直接送你去见阎王好了。我错了，苏姑娘饶命，都是苏老四出的馊主意。他跟我说，只要破了你的身子，你就会乖乖嫁给我当妾。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杀要剐，去找他。呵，蠢货，你以为我四叔是站在你那边的吗？也不想想，我好歹是他侄女，他要是帮着外人害了我，全家都不会放过他。你啥意思？意思就是今天其实是我和四叔串通好了，把你们引到这儿的，就是为了好好教训你们一顿。其实他早就受不了当你的跟班了，如果我能趁这次机会杀了你，他就再也不用被你指使。这个苏老四，我要宰了他！邹姑娘，我求你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的麻烦。真的？我对天发誓。最好记住你说的话，赶紧给我滚！你怎么不直接杀了他？不能杀，蔡全的跟班都跑了，并且看到了我的样子，要是杀了他，很快就会有官兵找上门。哼，下次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了直接摘了他的券儿。对了，你和乌云怎么在这？两个人又聊了一会，郭烈慢悠悠地把苏思水送回了家。刚走进窗边，就听见苏老太的吵闹声。
可怜我的幺儿就这么给毁了。都是你们养的好女儿，居然敢算计自家亲叔叔，你们给我赔！爹娘，这件事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凭啥说是咱家水儿惹的事？我呸！不是你家丫头招惹了蔡家，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报仇？还把长华的胳膊都给打折了。你一家子惹事精，我今天非要清理门户。下一集，苏家讹银子，却被苏思水又巧妙地拿了回来。滚开！你个不孝子孙，赶紧把刀给我放下！信不信我把你拿刀要砍我们的事情说出去，让你们没法在前村待下去？好啊，有种说去！你们趁我不在，跑到我家来欺负我爹娘，我就是因为孝顺才要动手砍人。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谁敢动我爹娘一根毫毛，我就跟谁拼命！不管咋说，老四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挨打的，现在他的胳膊都折了，你们得赔银子。就是老四的胳膊折了，家里少了个能干活的男丁，耽误多少事，这银子你们必须赔。我可怜的幺儿，咋就摊上你们这种亲戚？今天要是不赔医药费，我就不走了。有本事你就砍死我这个老太婆！爹娘，你们咋说？长贵，最近水丫头在村子里可是出尽了风头，又是会治病采药，又是挖沟种地的。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一家三口居然瞒得死死的，是不是从一开始打算好了要分家，想要独自富贵？爹，你这么说，真是要儿子的命啊！行了，说了半天不就是为了要银子吗？直接说你们想要多少吧。10两，给我们10两银子，这件事就算了。10两，我家哪来那么多银子？娘，就算要给老四请大夫，也花不了这么多银子啊！你们不是还有诏书分赔的工钱呢吗？拿出来！呵呵，我算是看明白了。既然你们敢狮子大张口，那大家也别谈了，今晚就同归于尽吧。等等，8两也行。7两不能再少了。大伯觉得呢？不用7两，治个胳膊而已，5两就够了。还是砍死好了，5两都够买7、8副棺材了，大家一人一个刚好够用。3两，给3两银子，我们这就走。你要是不给，那就朝着老头子我的头顶来。成交。疯丫头，你装的？那又咋样？难道你们不应该庆幸吗？赶紧给钱，老四还等着请大夫呢，我没时间跟你瞎扯。等着，我这就给你拿去。想要讹我银子，就得付出代价。看好了，3两银子只多不少，以后苏长华是死是活都和我家没关系。时儿，你老实告诉爹，你四叔是不是因为你才挨揍的？爹想听实话。你这么说，看来都是真的了。随后苏思水把苏老四串通蔡权，想把他抢回去做小妾的事都说了一遍。啥？居然还有这种事？你咋都不跟我们说？娘，这种事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得想法子解决。你看啊，蔡权是四叔招来的，他是摆明了想害我。我这次不把他们打服了，以后还会有张权、王权。难道我要一辈子关在家里面，连门都不出了？唉，这个老四，这都是那个叫郭烈的帮的你。是的。这样吧，你啥时候把他请到家里来，咱们好好感谢一下他。不是我不想，只是郭烈现在的情况怕是不允许。为什么？苏思水，你个臭丫头，赶紧给我出来！发作的这么快。爹，大哥，你们咋又回来了？你还好意思问？看你们把娘害的呀！娘这是咋了？咋了？给娘下完毒，现在不认了。大伯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我们给奶下毒，有啥证据不？要啥证据？今天娘就只来过你们家，刚回到家就开始浑身发疹子，没多久就晕过去了。咱村子里就你会医术，认识药草，除了你还能有谁？大家伙评评理，是不是老二家在捣的鬼？只是来了一趟二叔家，就说是他们下了毒，未免太牵强了些。是啊，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会不会是苏老太婆自己吃坏了肚子？长贵夫妻都是老实本分的，咋可能对亲娘下毒？反正我是不信的。大伯娘，奶生病了，你们要是想请我帮忙的话，直说就是了，干啥非要给我泼脏水呢？你这么说，我要是出手救了奶，那岂不是显得我心虚？证明这毒就是我下的了。我要是不出手救他，你们又该说我没良心。哎呀，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我说怎么大张旗鼓的吵着亲孙女毒害亲奶奶呢？原来老苏家打的是这个主意。真是人心隔肚皮呀，居然拐着弯来算计亲孙女。
水丫头，你要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给你奶解毒的话，这件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你要是害死了你奶，那就别怪我们无情，去官府告你杀人。爹，您不能这样，水儿是您看着长大的，她是啥性子您还不晓得吗？我求您别报官。水儿，你快给你奶奶看看吧。娘，水儿听话，快去给你奶奶看看啊。唉，行，那我尽力。但丑话说在前头，我奶要是治不好，你们也别怪我。咋样？你奶还有得救不？就还是可以救的，但得用上一种很珍贵的解毒药草。咱村子里哪来啥珍贵的药草？你的意思就是治不了了呗？能治啊，我前几天刚好采到了几株，爷爷要是愿意支付费用的话，我不介意拿出来救人。啥？你给你奶看病居然要收银子？水丫头，你这是不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伯娘要是一开始就好好说话，我是可以出手救我奶的。但你们一来就给我泼脏水，我要是平白无故把人救了，反而被你们拿捏，以后要是你家谁有个头疼脑热，我是不是都得屁颠颠给你们免费治？水丫头说的有道理，家都分了，给治病是情分，不给治也是本分。但凡你们老苏家以前对长贵他们好些，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我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水丫头好歹是娘的亲孙女，就该给娘治病。什么不是？我今天把话放这，让我救我奶可以，但药草的银子是必须得给的。那你说要多少？不多，10两。苏思水，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啥药草能值10两？你们要是不同意就算了，我也不勉强，把我奶抬回去吧。10两银子能给我奶选一副顶级的棺材了。你想要银子可以，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爷爷请讲。你要是拿了银子却治不好你奶，我就让你赔命。老苏头，莫说这种气话了。再说分了家，也是一个娘胎里带出来的。我没她这种不孝的孙女，她既然不肯免费救她奶，那就按照规矩办事。既然爷爷说要按照规矩办事，那就请你们先把药钱拿来吧。老大，拿银子。不行爹，那钱可是给老四治胳膊的，不能给呀。爹，给奶奶救命要紧，四叔胳膊不是已经接上了吗？原来苏老四早就没事了，那他们还来要钱，这不是摆明了算计水丫头一家呢吗？真是为了几个钱脸都不要了，我呸！你懂个屁！你四叔胳膊断了不得养一段日子，到时候吃喝算谁的？够了，老大，在你心里是不是几两银子比你娘的命还重要？你要觉得是就点头，带着银子给我滚出去！以后我老苏家没你这个儿子。爹您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嘿。趁着大家伙都在，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我奶莫名其妙中毒，性命垂危，我为了替爹娘尽孝道，勉为其难出手救她。要是治不好，我苏思水拿命赔给他们；但要是治好了，从此以后我们两家互不相欠。苏思水说完这话，大家都一致的认为，不管治得好治不好，都是苏家老宅的人占了他一家3口的便宜。废话这么多，赶紧开始吧。下一集，苏老太婆被医治好后气不过，继续装病。大功告成。你在干啥？不是说要给你奶治病吗？治病不得喝药啊。那你说的珍贵的药草在呢？拿出来给我看看。这些就是了。就这都成这样了，我咋晓得它珍不珍贵？啥意思？想赖账？你会医术不？能认药草不？给不给你看有啥区别？咋还没醒？到底行不行啊？水丫头，我告诉你，今天老婆子要是不醒，我可……娘，你醒了。你们几个围着我干啥？该吃晚饭了。这个苏老太婆自己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只惦记着吃晚饭了。苏老太婆，你感觉咋样？我能有啥？我好得很啊。爷爷，我已经按照约定把人治好了，还希望你们也遵守承诺，以后别再来我家闹事。算你有本事。哼，老四胳膊断了也就算了，娘也是啥事都不干，全家里里外外的事情都让我做，牛马都不是这么使唤的。你少说2句。说来也是邪门，这个水丫头居然只靠看了几本医书就会治病了，你说她到底看的是啥书？要不我也……咋了？你嗓子不舒服啊？你们也觉得水丫头会瞧病，这是有蹊跷。是呀爹，水丫头给咱娘喝的那些药，都是她悄摸在灶房里熬的，根本没敢拿出来给咱瞧。我估摸着那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药方，根本不是她自己配的。真有本事，还是弄虚作假，试一试就晓得了。
你去找水丫头，就说我生病了，请她过来瞧瞧。你要让水丫头给您治病，那可不成，这丫头坏着呢，万一把您治出个3长2短咋办？再说您找她看病又得花银子。那你就说你娘还病着呢，把她找过来，我倒是要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医术。奶奶，你感觉咋样？哪里不舒服？头晕，想吐，浑身没力气。是啊，娘从吃过早饭之后又这样了。手给我。咋样？你奶没事吧？脉象总体平稳，不像是有病的样子。没病咋会头晕想吐？可能是累到了，还有些中暑。家里有药不？没有。我刚才瞧见院子里晒的有干姜和辣椒，拿些来给我。你要干啥？当然是熬药啊。啥药是用辣椒和干姜熬的？你怕不是在诓我们吧？那算了，当我没说。你去哪？回家呀，反正你们都不信我的医术，那就另请高明吧。老大，把水丫头要的东西给她。有樟脑不？你要那个干啥？该不会你要把樟脑拿去熬药吧？那可是杀虫的东西，你想害死你奶奶啊？奶奶要是死了，爷爷也就跟着去了，正好给你腾家主的位置，这不好吗？你别胡说。放心，就算是为了多看几年你们内斗，我都不会害我奶的。赶紧去把东西拿来。这是啥药？是我按照10滴水调配的药方，药草不是很齐全，但也能疏风解凉、驱暑化湿。啥水？我咋从没听过这玩意？水丫头，这也是你从医书上学来的？是啥呀？是你熬药用的东西，不是做菜的调料，就是杀虫的樟脑，还药方呢，完全就是瞎胡闹。娘，这药不能喝，会死人的。水丫头，你老实告诉爷爷，你会医术的事情是你编的吧？原来他们今天请我过来不是为了看病，是为了揭穿我的医术呀！薄荷疏风凉解，驱暑化湿；桂皮、小茴香、干姜、辣椒温中散寒，和胃止吐，缓痛止泻；樟脑通窍辟秽止痛。总之药我是熬好了，用的是家里现成的东西，就不另外收费了。至于信不信，你们自己做决定。我瞧这水丫头说的头头是道的，该不会是真的吧？咋可能是真的？人家镇上那些大夫看病，哪个不是开一大包药？他用这几样做菜的调料就能治病，那他就真是神仙了。管他真的假的，现在村子里的人都晓得水丫头在给你娘治病了。这病要是治不好，那他就没资格自称会医术；要是治好了，我就当众揭穿他弄虚作假，让他在村子里名声扫地。还是爹有法子，对付这种花花肠子多的丫头，就该这样。水丫头，你给我出来！大哥大嫂，你们这是要干啥？干啥？你闺女今早给咱娘治病，结果禁用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害得咱娘到现在都还觉得头晕脑胀、恶心想吐。水儿，你又给你奶奶瞧病了？奶奶今早觉得有些不爽快，大伯就请我去瞧了瞧。不过你们来的正好，奶奶年纪大了，我回来之后始终有些不放心。走吧，我再去给她瞧瞧。奶奶，你现在感觉咋样？咋样？喝了你开的药，人都不好了，你还好意思问？娘，您别着急，我给你倒口水吧。看看，还是老二媳妇懂事。娘，都是媳妇不孝。不，你和老二能养出这么有本事的闺女，也是咱老苏家的福气。水儿，再给你奶奶诊诊脉。不用了，今晚我特意带了药材来，保证药到病除。娘，你在这陪奶奶说说话，大伯娘来帮我熬药。为啥让我去？你没听奶奶夸我娘很懂事吗？大伯娘还不勤快些，当心被比下去。切！大伯娘加柴啊！苏思水，你耍我呢是吧？这么热的天，你就让我一直在这守着，老娘不干了。大伯娘这是咋了？是不是嫌累？给奶奶熬药都这么不耐烦，难怪被嫌弃不懂事。你个臭丫头！再说一句，大晚上的吵吵啥呢？爹，您看水丫头太放肆了。你给我闭嘴！药熬好了没有？熬好了，赶紧给你娘端过去。好了。啊，好烫！大伯娘端好了，这药可贵着呢，洒了可是要赔钱的。你说啥？这样要收钱？之前你明明说过，你奶奶的病由你负责的。我的确是说过，但这药草却是我辛辛苦苦挖来的，必须要收钱的。所以大伯娘可端好了，撒一滴都是银子呀！愣着干啥？傻不拉几的，赶紧把药给你娘端过去。我先放着吧，我待会儿再喝。奶奶，这药得趁热喝才有效果，这里面可用了顶好的药草，可贵着呢。
这是啥鬼东西？也太苦了。能不苦吗？我特意给你加了能苦死牛的龙胆草。良药苦口嘛，奶奶的病得慢慢调理。您放心，这后续的治疗我也会跟上，每天3顿汤药，保证1顿不落。啥？1天3顿？是啊，慢性病嘛，就得好好调理，1天3顿，先喝1个月试试。1个月？娘，我爹腿脚不方便，以后你跟着我来给奶奶送药，就算是替她尽孝了。好，是该这样的。奶奶快把药喝了，然后就好好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再过来给您熬药。不用了，你们把药留下就行。那不成，这药得现熬效果才好。奶奶，您早点休息，我们先回去了，明天见。水儿，你笑啥？娘，奶奶她根本没病。啥？没病？那她干啥要装病？是啊，干啥要装病呢？苏老太婆装最蠢的病，喝最苦的药。下一集，她终于忍不了这苦药了。奶奶，喝药了。水丫头，这药是非喝不可吗？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这药闻着咋比昨天的还苦？哪能呢？都是用的同一个方子。你先把药拿出去。奶奶，您忘了，这要趁热喝才有效果，赶紧喝了吧。奶奶，您去哪呀？娘，你咋出来了？水丫头给您的药喝了没？喝个屁！你个没脑子的，给我滚回屋去！娘，你心里不痛快，只管去找惹你生气的人，干啥都冲我发火，我这一天天的伺候你们容易吗？你个蠢婆，都敢跟长辈顶嘴了是吧？我看你就是一天不打上房机吧。奶奶，您身子不好，不能生气的，还是先把药喝了吧。你个臭丫头，是不是故意的？奶奶说的啥意思？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吗？我看你明白的很啊，不然咋会给我熬这些能苦死人的药？哦，那是因为您身体不好呀。你敢跟我耍心眼儿，就不怕我告诉村子里的人，说你医术造假，根本治不好我的病？好啊，你要是觉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法子就能毁我名声，大可以出去宣扬。你的身子到底好还是坏？去县城请个大夫来一查就能搞清楚。大不了这银子我出了，只是一旦查出来你装病，老苏家在村子里就再也没有信誉可言了。你这够了。爷爷，有句话叫久走夜路必闯鬼。既然奶奶病好了，记得让大伯把药钱送去我家，常汇，一共200文。娘，回家了。苏家老宅那边这么一闹，连续折腾了好几天，转眼就到了送肉干的时间。第二日一早，苏思水找郭烈拿上肉干就往镇子上赶。等他到了朱氏面馆，却发现朱桃正在门口哭鼻子。朱桃姐，你这是咋了？思水妹子，我今天刚过来，就发现店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啥？还有人偷这些东西？那你报关了没？那些东西都是半新不旧的，值不了几个钱，报关也没用啊。咋没用？再不值钱也是你的家当。走，去报关。愚蠢！真当官府闲得慌，会管你们这种破事？张一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看到我家面馆被偷，你很得意是吧？小桃子咋说话呢？我这是在开导你呢。你说你一个女娃，老大不小的，不老老实实嫁人，干啥非要开面馆？要不这样吧，你要真想继承家业，不如直接嫁给我好了。反正我的手艺都是你爹教的，咱俩把它传承下去，也算是对师傅有个交代。你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臭狗！你骂什么呀？搞什么？你这女人疯了不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碗，那是我们的碗，他偷了我的碗。可别瞎说啊！这碗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咋就说是你的呢？哼，都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你没有证据指证店老板偷窃，还敢口出恶言，简直就是泼妇！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也总算晓得是啥意思了。你说啥？你聋了吗？我说啥你听不清？你从一开始就坐在店里，我不信你没听到事情的起因。你这个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哟，真热闹，老张办喜呢。赵爷，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来，快里面坐。坐就不坐了，快把摊位费交了，我还赶着去下一家呢。赵爷，这个月的不是已经交过了吗？能不能等到下个月再交？
废啥话，让你教就教。是，真是晦气，他们咋来了？桃子姐，那两个是啥人？还能是谁？镇子上的霸王，那个姓赵的仗着与蔡家的公子哥有点关系，就横行霸道，没少做坏事。蔡家。哟，这不是前村苏家的小娘子吗？确实长得挺清秀的，就是年纪小了点。赵爷，别来无恙啊！思水，你们认识啊？何止认识，我们熟着呢。赵爷，你们蔡公子最近可还好？你咋在这？这不跟我朋友开门做生意，还没上课呢，就先碰到赵爷您了。咋了？赵爷是来收保护费的呀？那啥，我突然想起还有别的事情，今天算你们走运。等等，来者是客，吃碗面吧。不用了吧？自己找地儿坐。你咋把那几个瘟神留下来了？他们都是镇上的混子，大家躲都来不及呢。出的不好是瘟神，出的好了说不定是财神。桃子姐，帮我把炉子搬出来。哎，好嘞。好香，这是烤的啥？咋这么香？这是我秘制的烤肉干，待会儿做面条用的码子。思水妹子，咱没锅，咋煮面啊？这有啥？借用一下他们的不就好了？凭啥你们自己没锅碗瓢盆，就想来占我的便宜？没门！我借锅是给赵爷做面尝鲜的，你这么斤斤计较，是想给我难看，还是不给赵爷面子？张一丁，你活腻歪了是吧？赵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稍等，我这就去准备。不劳您费心，我们自己来。桃子姐，你去多拿几个碗过来。好嘞。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大白天的就抢东西。下一集，苏思水的前未婚夫。狗玩意儿还敢说没偷？这是啥？说我家其他的东西在哪儿？桃子姐别生气，张老板也是好心。他是看我们之前那套餐具太旧了，想用自家新的来换。你也别推辞了，就当是张老板还了当初拜师学艺的恩情。赵爷，您说呢？赵爷。啊对，苏姑娘说的对，还愣着干啥？去把他家新的桌椅板凳和餐具都搬过来。等等，我啥时候说过要换桌椅和餐具了？赵爷，您高抬贵手啊！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大白天的就抢东西。王法？老子在这就是王法。你咋还打人啊？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白脸。好了，张老板，我给你3个数的时间考虑清楚，要么把偷走的东西还回来，要么就用你店里的这些来交换。3、2，我还还不行吗？东西就放在后院。臭小子，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维护的人，赶紧滚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这是啥面啊？闻着都这么香，我都不敢想吃起来是啥味。赵爷尝尝吧，看合不合你的口味。还有不？当然。好吃，真是太好吃了。思水姑娘，你这手艺真是绝了。赵爷满意就好，以后啥时候馋了就过来坐坐，就当是自己家。思水姑娘大气，你这朋友我交定了，你放心，以后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们。给我记住了，谁敢找朱氏面馆的麻烦，就是不给我赵翔面子。是赵爷。赵爷真是爽快，那有空常来玩啊。好。好妹子，你可真是太厉害了。我还以为今天肯定要被刁难，没想到你几碗面就把人给打发了，他们还替咱们把丢失的东西都要了回来，我都不晓得该咋谢你了。想谢我还不简单，你多卖几碗面，让我赚得盆满钵满就行了。好好好。你来干啥？这次算你运气好，以后你再敢打桃子姐的歪主意，我就放火烧了你的店。临近午时，街上的食客越来越多。苏思水复制上次的营销策略，故意当街烤制肉干，用烧烤的香气吸引顾客。很快店里就挤满了人。就这样，一直忙到下午未时才把面条全部卖完。两人还是按照老规矩，4、6分账，剩下的肉干单独算银子。桃子姐，那我10天后再来送货。好好好，思水妹子，那你回家路上小心些，放心吧。回家前，苏思水又买了2匹布，想着给家人和郭烈都做一身新衣穿。完事儿后，眼瞧着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他赶紧取上牛车，准备往家赶。谁知刚出城没多久，却见到有人堵在了路中间。苏思水，你给我站住！干啥？你这么跟我说话，是想装不认识我吗？难道不是因为你是高贵的读书人，生怕被别人晓得跟我这个村姑是同村的，才故意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吗？张成龙。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退亲了，我只是不想让人误会。既然都退亲了，那你还干啥来堵我的路？总不会是后悔吧？呵呵，后悔？我咋可能后悔？也不瞧瞧你现在变成了啥样，哼，跟镇上的混子称兄道弟的，仗势欺人，你还有没有点女人该有的样子？苏思水，你该不会是因为跟我退了亲，所以才心怀怨恨吧？我晓得退亲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我们确实不合适。你一个乡下女娃，大字不识一个，平时咱俩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再加上你家现在的情况，停，你别太自信了。就你家那情况，还敢嫌弃别人？切！要不是我爹娘心善，这些年来供你读书，你现在指不定在哪块地里挑粪呢。你咋能这么说话？我读书都是我能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银子，跟你家有啥关系？没关系。你不在家里住，就凭你娘那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样子，能干多少活？你家的地是谁种的？家具坏了是谁修的？你娘生病的时候是谁照顾的？不是我家帮忙，难道是村子里的大伯大叔们？苏思水，你敢侮辱我呢？咋了？嫌我说话不好听啊？那就别做出来让人抓住把柄啊！你再堵着我，我还有更难听的。你咋还不走？别躲了，出来吧！你咋来了？不是说我今天坐牛车吗？我不放心，刚才那小子是谁？他呀，是我以前的未婚夫。未婚夫？不是未婚夫，是前未婚夫。前不久已经退亲了，现在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天色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下一集，苏思水换新衣。随流年漂泊，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知知寂寞，谁在乎因果？潮起潮落，月圆月落，魂魄不收。水儿，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咱去接弟弟吧。苏思水的弟弟苏瑞住在镇上的书院里，每年盛夏和寒冬都会放假。一想到他和自己流着相同的血脉，苏思水还忍不住有些小期待。赵姐这么早就来了，切，没规矩。你说谁没规矩呢？谁问就说谁。娘，有些人就不用给脸，因为人家根本就不要脸。臭丫头，你再说一句。赵淑芬，你想干啥？李小雨，你家臭丫头骂我，你管不管？我点名道姓的骂你了吗？是你自己非要对号入座的。哦，你哪是不要脸，明明是脸皮厚。你。娘，他们是不是欺负你？我的儿子，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娘都要被人给欺负死了。你们两个立刻给我娘道歉！道你娘个屁！你打了我娘，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还有脸让我道歉？张成龙，你脑子里面是不是塞了屎？臭丫头，你敢骂我儿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算不了什么东西，但总好过你们母子不是东西强。今天你们不跪下来给我娘磕头，这事儿没完呀！这不是赵寡妇和常贵媳妇吗？成龙也回来了，水丫头也在，这下有好戏看了。娘，姐姐，小瑞回来了。娘，你这是咋了？小瑞，咱娘被张成龙给打了，今天必须让他们给个说法。成龙哥打了娘，为啥？我看到你娘和苏思水欺负我娘。咋欺负的？你说说看，我是揪他头发了，还是扇他巴掌了？赵淑芬身上有伤没有？有的话赶紧亮出来。我刚才明明看到你们两个骂我娘。嘿嘿，承认了是吧？娘们之间吵架你也要多嘴，还敢动手打人？张成龙你可真行啊！书院的夫子就是这么教你的。吵架是不好，但也不能动手打人吧？就是，成龙咋说也是男人，咋能动手打女人呢？淑芬，要不你主动道个歉，好歹以前还是亲家，现在闹成这样也太难看了。等等，啥叫以前是亲家？还能是啥意思？你姐刁蛮不讲理，我家成龙以后可是要考秀才的，哪能瞧得上他？赵淑芬，你咋能这么说话？我们当初可是商量好了和平退亲的。娘，你急啥？他家儿子就是能耐，不仅能颠倒是非，还会动手殴打同村的长辈。光凭这个本事，以后都能当大官的。哦，对了，大家伙可千万别惹他们母子啊，搞不好以后全家都要被杀头的。你住口！咋了？难道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娘话里话外不就是嫌弃我是普通庄稼户出身，配不上你这个未来的大官吗？既然这样，那你们干啥还要留在村子里？咋不搬去镇上和达官贵人一起住？纸丫头话糙理不糙，
成龙，你小子再厉害，也是前村人，吃着村里种的粮食长大的，可不能忘本啊！你现在就瞧不上咱庄稼户，以后就算是当了官，也肯定不是啥好官。考科举这件事变数大着呢，就算考中了秀才，以后也未见得能当大官吧。我啥时候嫌弃你们了？大家可别听他乱讲。你这个臭丫头，一天到晚就晓得挑拨离间，看我撕烂你的嘴！不许你碰我姐。小瑞，成龙哥，你脑子好使，读书厉害，还和我姐定了亲。我以前一直拿你当做家人看待，但没想到你和你娘背地里却是这种嫌贫爱富的人。今天你打伤了我娘，你要是不道歉，就算是闹到夫子面前，我也一定要与你争个高下。臭小子，你说啥？够了！张成龙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一心只想通过科考翻身，从又穷又偏僻的大山中走出去，所以书院是他的软肋。在成功考中秀才之前，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破坏自己的名声。好，我可以道歉，但从今往后，咱们两家桥归桥，路归路，你也不许在书院里提到我和苏思水的关系。当然。李婶子，刚才是我太着急，误伤了你，请你原谅。唉，成龙，你是个好孩子，可惜咱们两家没有缘分，以后大家就别往来了。切，走了，成龙。娘，你还能不能走？我背你回去吧。娘没事，就是手掌擦破了点皮。走吧，回家说。娘，这不是回家的路吧？那啥，咱现在搬家了。搬家？为啥？之前的屋子坏了吗？不是搬家，是分家。分家？为啥？小瑞啊，这件事说来话长了。水儿，咱分家的内情还是别跟小瑞说了。为啥？你爷奶虽然做事不地道，但好歹是小瑞的长辈，我怕他晓得了真相，心里会怨恨你爷奶。那娘想瞒多久？咱家就小瑞一个儿子，我始终是要嫁人的，以后还得靠他挑大梁。爹娘隐瞒内情，只会让他误判形势，到时候吃亏上当的还是他。我只是不想他对你爷奶失望，毕竟那可是他亲爷奶啊。成，反正小瑞在家只住1个月，只要老宅那边的人不作妖，我可以不提这件事。哟，小瑞回来了。大伯娘，你咋来了？快进屋坐。我就是听说你到家了，特意过来看看。你家煮啥呢？闻着好香啊！大伯娘还没吃上午饭吧？要不留下一起吧？这可不合规矩。上次大伯来咱家吃饭没跟爷奶报备，回去可是挨了一通训。你可别害了大伯娘。这是为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还是问大伯娘吧。那啥，我还得赶回去给你爷奶做晌午饭，先走了。姐，我咋觉得大伯娘怪怪的？你大伯娘就是这样一惊一乍的，咱不用理她。小瑞饿了吧？你姐一大早就炖上了鸡汤，现在应该快好了。水儿，你端过来，咱开饭吧。有鸡汤，我去拿吧。你弟弟刚回家，你就叫他干活？就是因为回家了才要干活嘛。爹，你看娘多偏心。姐，鸡汤不见了。下一集，大伯娘上吐下泻，狂拉不止。好好的鸡汤咋就不见了呢？水儿，你确定鸡汤是放在这的？当然，鸡汤这么难得，我肯定不会乱放的。那就奇怪了，难不成这鸡汤还长了脚不成？你读书读傻了，别忘了刚刚有谁来过。水儿可不能胡说，你大伯娘可不能偷咱的鸡汤，要不算了，丢了就丢了，都回屋歇着吧。姐，我咋感觉这次回来你和娘都怪怪的？家里真的没出啥事吧？我们能有啥事？赶紧回屋歇着，下午我带你去看戏。看戏？咱们村里还有唱大戏的。唉。二叔、二婶，你们在家不？宁吉，你咋来了？二婶，爷奶小的小瑞回来了，好久没见到他了，心里想得很，特意让我来叫他和水丫头回去一趟。娘，我也好久没见爷奶了，是该回去给他们磕个头。大哥，我这就跟你去。水丫头呢？爷奶叫他一起回去。水儿，你醒了没有？宁吉来了，说爷奶叫你和小瑞回去呢。呀，水儿，你这是咋了？娘，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刚才在村口被赵淑芬给气的，现在头痛得很。你这肯定是中暑气了。姐，你要不要紧？
问题不大，我喝点水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好好休息休息，娘陪小瑞去见你爷奶。娘，我都多大了，哪里还要人陪？姐姐不舒服，你就留在家里照顾她好了。不行，娘陪你。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再过去吧？是呀是呀。不行，水丫头今天必须得去。大哥，不是说爷奶想我了吗？干啥非要我姐也跟着回去？那啥，爷奶也想她了。大哥，你就别说笑了，奶奶不喜欢女娃，哪次见到我不是横眉竖眼的，她咋可能想我？宁吉，你说实话，到底咋回事？反正是爷奶要见你们姐弟两人，你们赶紧回去就是了。大哥，你不说清楚，我们是不会回去的。算了算了，咱们也别为难大哥了，有啥话直接回去问爷奶就晓得了。好吧。爷奶，我把小瑞和水丫头叫回来了。可算把你找来了，赶紧跟我走。反了！苏思水，你居然敢当着我们的面打你大伯！明吉，给我把家法拿来，看我今天不打死这个臭丫头！奶奶，你们这是干啥？干啥？那你就问问他对你大伯娘干了啥。奶奶这话我就听不懂了，大伯娘咋了？水丫头，老实告诉爷爷，是不是在给你大伯娘的那碗鸡汤里下了毒？她刚把鸡汤带回来，还没来得及分给我们呢，就开始闹肚子，现在人已经晕过去了。水丫头，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就算你不喜欢我娘，也不能给她下毒啊。中午我们还说放在灶台上的那碗鸡汤长腿跑哪儿去了，结果真是被大伯娘给偷走了。她咋能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呢？你说啥？我媳妇儿偷了你们的鸡汤？那不然呢？大伯该不会以为我和大伯娘关系好到会主动送她鸡汤吃吧？不过大伯娘倒是比大伯你地道，虽然偷了鸡汤，好歹心里记挂着你们，晓得把好东西拿回来分给大家。至于肚子痛嘛，多半是半路忍不住先喝了几口。你少说废话，现在我媳妇还在屋子里躺着呢，你那鸡汤里面到底下了啥毒？赶紧跟我过去给她解了。解不了，那鸡汤本来留着就是用来闹耗子的，大伯娘自己偷吃，死了也是活该。奶奶，你不能这样，那鸡汤本来就是大伯娘自己偷走的，不关我们的事。给我起开！欺人太甚！老婆子，苏思水，你敢打你奶，简直大逆不道！小瑞，你不是奇怪我们为啥会分家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当初奶奶为了给四叔说媒，强迫我们一家搬去柴房，把屋子腾出来给她的宝贝幺儿充门面。我眼看着娘被打得浑身是血，爹也被人像狗一样拖来拽去。我身为儿女，有义务保护他们，所以就分了家。小瑞，娘性子软，她瞒着你是不希望你和老宅这边成为仇人，但我不同，我就是要让你看清事实，搞清楚什么人该防，什么关系该舍。水丫头，不许你挑拨离间。小瑞，别听这个臭丫头胡说八道，当时不过是你爹娘和你奶拌个嘴而已，哪有她说的这么严重？小瑞，你和水丫头不一样，你可是我们老苏家的子孙，身体里流的是我们老苏家的血，以后是要给我们养老送终的。更何况你还读过书，你应该晓得孝道大过天的道理。小瑞，你可不能跟着水丫头学坏了，她一个女娃，迟早是别人家的媳妇，你可不能胳膊肘朝外拐。老大说的对，你姐忘恩负义，你可不能这样啊！今天开始你就别回去了，留在老宅这里吧。小瑞，我不反对你讲孝道，但你要孝敬这种长辈，那就是愚孝，该咋选你自己想好了。从小到大，但凡我和大哥起争执，无论是谁的对错，你们都一味偏袒大哥，受罚挨打的永远都是我们二房的人，所以不用选，我永远站在爹娘还有姐姐身边。苏瑞，你敢？苏思水，我命令你立刻去解了张氏的毒，还有你们一家4口必须在今天之内给我搬回来住，要是不听，我就把你们毒害亲人、打伤长辈的事情捅出去。顶着不孝的名声，我看苏瑞以后考个屁的功名。爷爷，你不是说我是老苏家的血脉吗？那你为啥要毁我的前程？前个屁！读了这么些年书，也没见你考个秀才、举人啥的光宗耀祖。宁愿花那么多银子去读鸟书，都不愿意拿出来孝敬我。早晓得你们2个是白眼狼，当初在李氏生产的时候，我就该把你们2个都摁在水盆里溺死。小瑞，看清楚了没？看清了。爷奶，苏瑞感念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膝下有大伯、三姑和四叔，还有大哥照顾，但爹娘只有我和姐姐一双儿女，我身为儿子，有义务和责任照顾好爹娘，保护好姐姐。今天就告辞了。你们不能走，明吉，把他们拦下。干啥？
软的不行，还想来硬的？水丫头，你今天不给我娘解毒，我就和你拼命！大哥，你长脑子了没？我真要下毒，你们还有机会在这跟我讨价还价。放心吧，不过是给他下了几颗巴豆而已，且死不了呢。但是什么？我调配的药效发作起来，威力惊人，你们最好赶紧去看看。是娘你醒了。蝶过来。爷爷不去瞧瞧吗？说不定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刚才不是说只放了巴豆吗？谁知道呢？也许我记错了。姐，你真给大伯娘下毒了。嘘，快看，这就是我说的好戏。不要啊！你这个屎婆娘！爹，你没事吧？娘，你快别拉了。咋样，是不是很精彩？姐，我咋发现你变了？变啥了？变得好凶啊，不过也更勇敢了。更重要的是，不像以前那的村姑了。村姑咋了？走了，回家了。姐，我不去读书了，我不在，娘得照顾爹，家里的活都得你来做。我要是留在家里，你们都能轻松些。傻子。下一集，苏家老宅这边又作妖了。爹，大消息，大消息！慌慌张张的干啥呢？啥大消息？我前天在镇上看到了水丫头在给面馆帮工，一天就挣了3两多银子呢。你说啥？水丫头一天就挣了3两银子？这个臭丫头还有这个本事呢？快说咋回事？好像是水丫头为镇上的朱氏面馆提供烤肉干，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没敢上前看，反正是一天就挣了3两多。我说呢，难怪老二他们当初那么笃定的要分家，原来早就想好了出路。这个臭丫头，爷乃在家吃糠咽菜，他们倒是吃香的喝辣的，还卖肉干，看来平日里肉就没少吃。不行，得让他把银子交出来。就是，哪有儿子富贵不管爹娘死活的道理？娘，我支持你。哼，蠢货，老二已经分家了，银子也是水丫头自己挣的，你有啥脸去找人家要？孝敬长辈不是应该的吗？那也要人家把你当成长辈。哼，老大媳妇的事情还没让你长教训是吧？爹，你以后别提这个了。老四，你刚才说水丫头把烤肉干卖给面馆子，那你晓得他哪儿去搞的肉布？是在镇上买的，还是自己猎的？自己猎，他哪有那本事？哪怕是二哥没摊的时候，他们家也没人敢进林子啊。那不对呀，水丫头回来那天我看见了她，也没见她在镇上买肉回来。这就奇怪了，不是自己猎的，也没见买肉，那肉干哪来的？爹，要不我去打听一下？你去打听。哼，该不会又是找个借口出去鬼混吧？行了，都少说2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水丫头挣钱的门路给摸清楚了。老四说的对，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没道理他们家富贵了就不管咱们的死活。哼，不就是卖肉干吗？她一个黄毛丫头都能做的事情，咱家也能做。你向来门路多，赶紧去打听打听。爹，打听消息都是要给好处的。你看我说啥来？让你去打听消息，还敢朝你老子伸手要钱？就是，老四你也太不懂事了。苏爷爷、肖奶奶、大伯、四叔，成龙，你咋来了？来，快屋里坐。不了，我就是说几句话。苏爷爷，刚听说你在找人打听水丫头卖面的事情，我恰好晓得一些。啥？你晓得这件事？那快给我们说说。我不晓得你们为啥方二房分家，但水丫头现在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哪有好人家的女娃成天抛头露脸的，还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往来？这么说来，那烤肉干是水丫头自己捣鼓出来的，可她以前做饭的味道也不咋样，啥时候学的这些？还有那些肉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得管管水丫头，不能让她再这样堕落下去了。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老苏家的人了，我们何苦操心那些闲事？成龙，你可是读过书的，晓不晓得那烤肉干是咋做的？君子远庖厨，我读的是圣贤书，又不是菜谱。你们问错人了，时辰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苏爷爷，您既然是水丫头的亲爷爷，就该担负起教导她的责任。希望我下次回来的时候，能看到她走回正轨。有趣，太有趣了。
屁！这个张成龙说话夹枪带棒的，给谁脸色看呢？这说来说去还是没搞清楚水丫头那肉干是咋做的。爹，这个不着急，明天我去镇上走一趟就是了。成龙那小子刚不是说了吗？他是在镇上张氏面馆遇见水丫头的。我去张氏面馆打听一下，总会有收获的。只是给，老婆子，给他拿银子。看见没，这就是烤肉干的秘方。我已经跟张老板谈好了，只要能做出烤肉干，他就允许咱把东西卖给他。到时候咱也能像水丫头那样，一次就挣个3、5两的。还是我家老四厉害，出去一趟就把事情搞定了。那咱还等啥？赶紧做肉干吧！肉都没有咋做，谁做本钱咋出？打听消息，提供肉干的做法以及和馆子的老板谈生意，都是我一个人办的。剩下买肉和做肉干的事情，自然是你们大房来干了。肉那么贵，全让我们大房出，你还真敢想？就是你不就是动了动嘴皮子吗？又没出啥力，买肉得花多少银子，烤肉干得费多少时间和力气？万一你提供的做法不对咋办？不行，这件事我们不做。没出息的东西，做肉干可不是小事，到时候全家都得帮忙，你们谁都别想偷懒。爹，你这话说的轻巧，我留下来干活，地里的庄稼谁去照顾？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担水挑粪吧？那肯定是不行的，肉干肯定要做的，但地里的活计也不能落下。这样吧，老大照顾地里的庄稼，老大媳妇留在家里帮忙做肉干，老四人脉广，像买肉和卖肉干这种事情就交给你来办，得空的时候帮你大嫂打下手。老婆子，你是会做菜的，盯着他们别出岔子。那本钱咋算？我们大房可没那么多银子买肉。本钱大家一起凑，出多出少，最后按照比例来分红。这个主意好，大家都是给了银子的，谁要是偷懒，到时候赔本了也是自己吃亏。老大夫妻对视一眼，没有反驳，心里却已经开始计算着要出多少银子。老四也眯起了狐狸眼睛，默默盘点着自己的小金库。就这样，大房和四房各出了半两银子，剩下的由老两口补上，这才勉强凑够了买猪肉的成本。长华，你们家这是发横财了，咋买这么多肉？真瞧不出来，这老苏家底子还真是厚。还行吧，主要是镇上的馆子要买我家做的肉干，这不我才买了50斤新鲜的猪肉回来。那这50斤猪肉做成的肉干得卖多少银子？起码3两。哦，这么值钱了，等你家以后发财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邻居呀。姐，老宅那边出事了。他们又闹啥幺蛾子呢？我刚刚看到四叔买了50斤新鲜猪肉回来，要做烤肉干卖给镇上的面馆。姐，这不是咱们的生意吗？咋老宅那边也掺和进来了？难道是面馆老板对咱有意见，改换跟四叔他们合作了？不对呀，老宅那边咋晓得你姐在和面馆做生意的？我每隔10天就会运一批肉干去镇上，这件事本来就瞒不住。水儿，那老宅抢了生意，咱们以后还能挣钱不？唉。肉干生意是咱们目前唯一稳定的收入，要是丢了，咱家又得喝西北风了。娘，你先别慌。首先，我相信桃子姐不会背着我干这种事情，老宅那边也未见得是和朱氏面馆做生意。其次，就算他们晓得了我们发财的门路，想要照着学，那也是他们的自由。就像是种庄稼，不可能咱家种了秧苗，就不许其他家跟着种秧苗吧？姐说的有道理，那咱是不是得去跟那个桃子姐核实一下？万一她真和老宅那边做生意了，咱就得另谋出路。是得去，不过在此之前，咱得先打探一下老宅那边是个啥情况。小瑞，走，先去老宅那边。好的。水儿、小瑞，你们2个当心些，千万别跟爷奶起冲突。下一集，两家面馆打擂台。司令不下新闻大嫂，你这肉没洗干净，必须把每一块都泡水里仔细搓。洗，这都洗多少遍了，还要咋洗？你光是动嘴，也来动手啊！洗衣做饭本来就是你们娘们干的事情，我又不会。不会可以学啊，爹都说了，让你有空的时候帮我打下手，你就是这么打下手的。我这不是正在指导你咋干活吗？再说了，我笨手笨脚的，要是把肉给洗坏了，浪费的可是大家的银子，到时候爹娘问起来，挨骂的还不是大嫂你。
娘，咋了老幺？是不是肚子饿了？老四一大早就去镇上买肉，来回一趟肯定饿了。去给他蒸个玉米。行，我这就去给老四蒸玉米。那这些肉就交给您了。妈呀，这肉咋这么臭？娘，咱可是足足抽了1两半的银子，但您瞧这肉能值这么多钱不？不是我多嘴，这买肉和卖肉可是个肥差，没人盯着，指不定花了多少银子呢。你这话啥意思？怀疑我藏银子是吧？那有本事你自己去镇上跑一趟。没证据你也敢胡说八道，再敢冤枉老四，我就再给你下点巴豆。你干啥？说你2句还想跑？去拉屎，拉完屎就去给老四蒸玉米。娘，大嫂恶心死了，我不要她蒸的玉米了。好，那娘给你蒸，顺便再给你蒸个鸡蛋。还是娘最疼我了。瞧见了没？就这么个水平，还想跟咱抢生意？姐，他们用的这肉也太差了，就算烤出来也没人会吃吧？也不见得，到时候切碎了也瞧不出来好坏，而且原料差有时候也是优势。为啥？因为便宜啊！咱的猪肉干烤过之后得卖70文1斤吧，但他们用边角余料的肉却可以把价格压到50文。食客不晓得其中的关窍，大概率会倾向于买更便宜的。那咋办？咱要不要揭露他们？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你想跟老翟的人打一架吗？姐，你等我回家拿那40米大砍刀去。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咱得想个法子搞促销。姐，啥叫促销？到时候你就晓得了。3天后，苏老四带着一大筐做好的肉干前往小镇。苏思水立刻招呼上苏瑞，紧随其后的也进了城。然而他们这次并没有带肉干，只带了3只新鲜的野鸡。思水妹子，这我弟弟苏瑞。桃子姐好。哟，这弟弟长得和姐姐一样俊俏。桃子姐，先不说这个了，紧急情况。你爷奶也太过分了，哪有抢自己孙女生意的长辈？唉，他们向来就是这样的，我都习惯了。我只担心会影响你的生意。肉干面了，新鲜的肉干面，现烤现吃，只需15文1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姐，那个人果然抄袭了我们的菜色。哼，狗改不了吃屎，我不发飙，他还真当我朱家人好欺负了。张一丁，你要干啥？小桃子发这么大火干啥？我还能咋？当然是做肉干臊子面。肉干臊子面是我们家的口味，你凭啥跟着学？你这话说的，面的口味就那么几种，谁规定你家做了，其他家就不能做的？就是桃子姑娘，我身上穿的是衣服裤子，你身上穿的也是衣服裤子。按照你的理论，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把衣服脱下来啊？你臭流氓，抄袭抄的明目张胆，说话还这么下流，真不愧是你啊，四叔。水丫头，我告诉你，这肉干臊子面我们是做定了。没错，我们不仅要做，还要把你们的客人都抢过来。别以为勾搭上了赵翔就以为万事大吉了。论做生意，我张一丁绝不会输。快看，张氏面馆也开始做肉干臊子面了。这是要跟朱氏面馆抢生意吗？各位，我们家新推出猪肉干臊子面，做法的口味和隔壁朱氏面馆一模一样，但却比他们便宜5文钱。确实便宜不少，但味道真能一样吗？闻着气味就没隔壁的香，多半还是那小姑娘烤的好吃些吧。保证一样，我原本就是朱氏面馆的学徒出身，继承了老猪头做面的手艺。至于烤肉，那都是同一家人提供的原料，口味不会差。没错，这烤肉干就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可是那小丫头的亲叔叔。四叔，你还要不要脸？各位，今天我们在这正式宣布，朱氏面馆和张氏面馆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面条的制作还是肉干的供应都完全不同，请大家谨慎选择。另外，我们朱氏面馆也不再卖肉干臊子面了，而是推出全新的过桥面条。啥是过桥面条？是要把面条带去桥上吃吗？还是面条有一座桥那么长？都不是，过桥面条的核心在于，不论是面条还是配菜，大家都可以自主选择。听不太懂。过桥面条，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高汤味道好，吃过您就忘不了。大家请看，我们朱氏面馆今日新推出的过桥面条，所有配菜都是明码标价，无论你喜欢什么口味，都可以自主选择。
像这种白色碟子的素菜就是2文，黄色碟子里的鸡蛋是3文，红色碟子里的肉片价格是5文。选好了配菜，可以自行拿到桌上，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熬制的高汤，只需静静等待片刻，就能享用新鲜的过桥面条了。看着确实挺香的，可对面的肉干臊子面瞧着也不错，还便宜呢。小瑞，下一集推套餐及卡片。快看，这个小丫头竟然把现代面馆的模式带到了古代，一下子就赚了个盆满钵满的。首先，她把所有的配菜都分好种类，明确的写清楚价格，然后食客们可凭自己喜欢的口味自主选择。选好了配菜，最后送上新鲜熬制的高汤。只需静静等待片刻，就能享用新鲜的过桥面条了。一个字，绝！真有这么好吃吗？可对面的肉干臊子面瞧着也不错，还便宜呢。别着急，大家请看，我们家1素1荤1蛋的秀菜套餐，算下来也只需要15文哦，而且配菜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快看快看，那个最厉害的状元餐要50文，里面配有5种时令的蔬菜，鸡肉、猪肉、獐子肉、兔肉以及鱼肉5种肉片，还有鹌鹑蛋、鸡蛋、鸭蛋、鹅蛋各1枚，最后加上不限量的面条供应。哇，这么多食材，那算下来50文好像也不算太贵。最主要的是吃多吃少自己定，再也不怕浪费了。最后，本店新款推出，还有优惠大酬宾，每位吃面的客人都能领到1枚刻着朱氏纹样的勋章，集齐了10枚勋章的客人可以免费换1碗秀菜套餐，每多5枚可以升级1次套餐，以此类推。丝水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食客们都纷纷的心动了。不多时，店内就座无虚席。这都行？大香蕉的这2个臭丫头，净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给我抓紧烤肉，把客人都给我抢过来。张老板还没卖完啊，你这生意也不行啊，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这才是实力。苏长华，你这肉干不对。咋不对？你明明说是祖传的配方，但味道和隔壁完全不一样，你得给我个说法。我的张老板，肉干的制作无非就是洗干净再烤熟，这么简单的做法能有啥不同？但非要说问题，只能是你调料做的不好。我都跟你说了，肉干吃的就是调料的味道，这玩意儿可不能省。你非要偷工减料，我能咋办？行吧，我再改进一下调料的配方。那麻烦先把今天的肉干钱结一下子，一共3两银子。下次送肉干是在10天后，千万别忘了。放心吧，张老板，祝您生意兴隆。那我就先走了。滋水妹子，这新菜又是你想出来的，原料也是你出的，我想着给你涨一涨分红，你7我3，成不？桃子姐，还是4、6分吧，要没你的面馆，我的东西也卖不出去。可是桃子姐，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合作会被动摇，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平台展示才能推广出去。放心吧，我可聪明着呢，赚银子的法子没有100也有几10种，有机会咱们还能合作开连锁店。行，滋水妹子，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啊！面馆那头完事儿后，苏思水带着苏瑞返回前村的路上，两人都累得不行了，刚走出小镇就觉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姐，你睡一会儿吧，我来驾车。没事，还是你休息吧。是乌云，乌云你咋来了？你爹呢？你来接我们啊？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你来的正好，我和小瑞都累惨了，你能不能替我们赶车？行，没问题。可以了，走吧。难道是我眼花了？今天一共赚了1330文，给，这是你的那一半。还有这个是给乌云的。你还真给乌云买东西？当然，苦啥也不能苦了孩子。你这个当爹的太不称职了。叫啥？带着你的小玩具回家了？可以啊，水丫头，我真是小瞧了你，小年纪就懂得勾搭野男人了。苏长华，你这嘴不想要了，可以捐给有用的人。
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毒哑了你？我都瞧见了，你刚才和一个陌生男人卿卿我我，那人根本不是咱村的。说吧，你到底去哪勾搭的野男人？关你屁事！哈哈，你都不敢说，那就是承认了。这样吧，现在就我晓得这件事，如果你给我点银子，我可以不往外说。切，就你那人品，说出去也没人会信你，赶紧滚开！再挡路，我就直接从你头上碾过去。臭丫头，你等着瞧！下一集，村子里的流言蜚语。经常穿越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没错，正是这个信息情报中心，俗称扯老婆舌头根据地。切，什么档次还敢跟我穿的衣服撞死？我给你们说，他在城里做的那些事。赵寡妇，她不仅长得风韵犹存，扯老婆舌头也是一把好手，蝉联了多届前村情报主任这个称号。所以苏老四第一时间找到她，把水丫头和郭烈的事情说了出来。果然不出一个时辰，连张伯家的大黄都晓得了这件事。啥？我今天去打水的时候听到的，村子里好多人都在说呢。所以你就跟别人打架了？是李二狗，他说话也太难听了，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那打赢了还是打输了？算了，看你这样就是打输了。李二狗本来就生的壮实，你跟他打架能赢才怪呢。小瑞，你没事吧？娘听说你跟李二狗打架了，好好的，你干啥跟他打架？娘，我听到他们编排咱家，说我爹为了现在住的房子，把我姐卖给了老郭头的野人儿子当媳妇儿。这些人咋能这么乱嚼舌根呢？就是我姐和郭大哥明明就是清清白白的，哪有他们说的那么龌龊？这群小可爱居然敢这么编排我闺女，不行，我得找他们理论理论去。我也去。都站住！小瑞，你被打得不够痛是吧？又去瞎凑啥热闹？娘，不就是几句流言蜚语吗？过段时间就没人记得了。你们越是反应大，人家越是要看笑话。水儿，这事关你的名声，咋能让人随便乱说？娘，你都晓得是外面的人乱说了，就别往心里去。那些人之所以敢说咱们的闲话，归根究底是因为咱们自己不够强势。只有咱们把日子过好了，等强大到一定地步，外面人才不敢欺负咱们。姐说的对，如果这事发生在村长家身上，肯定没人敢说闲话。还是小瑞聪明，那你好好劝劝娘，让他们别为了这种小事伤心了。我正好出去一趟。姐，现在外面这个情况，你还是别去了。没事儿。与此同时，苏家老宅那头也收到了这个谣言。等等，你说水丫头和郭烈有一腿，那个郭烈还是个猎户，你确定吗？我亲眼看到的，还调查过，绝对错不了。完了，那他的肉会不会是郭烈给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为啥？你们想啊，如果肉是水丫头从郭烈那拿来的，那他做成肉干再卖钱，就是纯赚。咱们的鲜肉却是从市场上买的，光是成本就高出一大截。万一水丫头要跟咱抢生意，咱根本抢不过她。我觉得大哥说的对，不如趁着张一丁废弃协议之前，咱们抓住机会干一票大的。万一等水丫头想起来作妖，那就来不及了。行，老大老四，咱再凑些银子，尽快把肉干做出来。爹啊，这上次卖肉得来的银子还没焐热的，这又要花出去啊！大哥，这可是纯赚的生意，你舍不得出银子，也可以不参加。参加，当然要参加。这次给1两够不够？真是小家子气，1两银子能买多少肉？既然要做，就多做些。老四说的对，没准这是最后一次了，要干就干票大的。这样吧，咱们把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要买那么多肉，这量也太大了，我一个人可搞不来。要做，除非全家一起动手。行，反正最近地里没啥活，等肉买回来，咱全家就一起做肉干。早点把肉卖出去，咱就雇人把房子翻新一下，别让村里人看看咱们老苏家的实力。就在老宅的人陷入美好的幻想中时，另一边的张成龙在黑树林边上闲逛，正好撞见了苏思水和郭烈。苏思水，你还要不要脸？天天和野人厮混，小心自己迟早也会变成野人。你说谁是野人呢？村里可都传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真是没想到，你跟我退了婚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居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自己卖给这种野人。苏思水，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思水，用不用教训一下他？张成龙，你很闲吗？圣贤书读完了没？读完了就在家好好当你的妈宝男，跟你娘多亲热亲热，别出来多管闲事。你这个人说话也太难听了，反正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和那野人往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哦，你要咋不客气？
苏瑞还在书院读书呢。要是让童冲晓得他姐姐是个不守妇道的泼妇，看他以后咋还抬得起头来？切，你要不介意书院里的人晓得你是个吃柏书饭长大的，我也无所谓。啥叫柏书饭？张叔、王叔、赵叔、李叔，咱村子里各家叔伯这些年来可没少看在你娘的俏模样份上给你们母子送温暖。你，我是在救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没事吧？不行，退一步越想越气。乌云呢？你要乌云干啥？别管了，乌云借我一晚，但你放心，不会出人命的。乌云，来声狼嚎。不是狗叫，是狼嚎。嗷呜嗷呜，要这么叫，会不？成龙，吃饭了。娘，今天咋又是野菜饭团啊？家里情况就这样，将就吃吧。老是吃菜团子，就没有正常点的饭菜吗？淑芬，你在家不？是隔壁的张强，这个点他咋来了？成龙，你等着吧。阿强，你咋来了？淑芬，你看这是啥？阿强，我就晓得你是心疼我的。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成龙，你拿刀干啥？这个是张强他给你的。啥张强？那是你强叔。没事啊，强，你先回去吧。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礼数呢？你不是嫌弃菜团子不好吃吗？看，炖肉。柏蔬菜。啥？我说我不吃柏蔬菜。成龙，你疯了？干啥把菜打翻了？娘，我问你，张强为啥要给你送吃的？大家邻里邻居的，偶尔送个菜而已，还需要啥原因？可我看到他摸你了，你也摸他了，为了一口吃的，你就让他动手动脚吧。你别胡说，你刚才咋能这么说话？我可是你娘。正因为你是我娘，我才要说，你咋能为了一口吃的做出这种事情？娘，你这是不守妇道。你说啥？我不守妇道？你去书院读书，我在村子里借钱给你买文房四宝，每次给书院交了银子，家里都揭不开锅。我除了吃菜团子还能有啥办法？要不是他们那群人的帮忙，我就得一个人去挑水犁地，去给人家帮工。到时候我变得又老又丑，丢的还不是你的脸。娘，你不是怕给我丢脸，而是不愿意吃苦。我宁愿你去犁地，去给人家帮工，哪怕是晒黑了、变丑了也行，总好过外面的人说你是前村的俏寡妇，说我是吃柏书饭长大的人强。张成龙，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至于留在村子里守寡了这么多年。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晓得嫌弃你老娘了。娘，你做了这种事，咋还好意思怪到我头上？对，不怪你，怪我，我错了，我就不该生下你。有狼。下一集，张成龙被唾弃。娘啊，咱家进狼了！狼？村子里咋会有狼呢？张强，快找张强救命！对，阿强，我家进狼了，你快来救救我！不好了，狼去淑芬家了。张强，你想干啥？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开这个门，我就跟你没完。那总不能看着淑芬被狼给拖走吧？他找淑芬是你媳妇还是我是？姓张的，你说是不是悄悄跟我狐狸精好上了？没有，真没有，我就是看他可怜，平时多照顾了些。谁信啊？你连自己婆娘都不要了，也要舍了命去救他。我告诉你，你要是被狼咬死了，我明个就带着儿子改嫁。我不去，不去还不成吗？姑奶奶您别喊了，这大晚上的，左邻右舍听到了像啥话吗？乌云干得好，等会儿你再去一趟，但不能伤人，吓唬吓唬他们就行，晓得不？娘，狼好像走了，我害怕，要不你去看看？不行，娘也不敢。娘，我跟你去门口，要是狼没走，你就赶紧退回来，我立马把门关上。行。成龙正在开门呢，你把门打开，让您进去。大家没事吧？
昨晚可真是吓死我了，那狼嚎的耳朵都震聋了。我家反正没事，就是不晓得淑芬他们家咋样了。淑芬，我们来看你了，你没事吧？娘，你没事吧？哼，你别叫我娘，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咋了这是？叔伯婶子，我们没事，大家费心了。娘，回屋了。回屋？你把老娘给关在门外的时候，咋不让我回屋？啥？狼来了，成龙把你关在门外。我的命好苦啊，好苦啊！成龙，这可是你亲娘啊，你这么做是不孝。婶子，这是咋了？大清早的，大家围着看啥热闹呢？水丫头，我给你说，昨晚淑芬家里进狼了，成龙把他娘给关在了门外。啥？张成龙咋能这么做呢？就是，水丫头，你和他退亲可算是退对了。平日里看他读书满嘴礼仪道德的，谁想到关键时刻是个连老娘都能抛弃的人。呸！婶子，那村子里其他家都没事吧？我们都没事，狼只来了淑芬家里。不对哦，这狼咋只找淑芬家，不去别家捣乱？照理说狼都是成群出动的，一般进村都是直接咬死家钱。但今早我咋没听说谁家丢鸡丢鸭了？该不会是淑芬家得罪狼群了吧？哎呀，我想起来了，不是得罪了狼群，是得罪了山神呐。得罪山神啥意思？老一辈说过，狼是山神的使者，谁要是做了错事或者品行不端，山神就会遭到报复的。嚯，扯得这么离谱！唉，反正张成龙母子两人都不是什么好鸟，也不算冤枉了他们。小瑞走了，回家。姐，那赵淑芬家的狼，该不会就是乌云吧？谁知道呢？你干啥带乌云去吓唬他们？咋？你心痛他们啊？他家那样对咱家，我咋可能心痛他们？我只是担心村子里以后晓得了乌云是郭大哥的狗，会猜到这次是你捣的鬼。怕啥？他们一个个怂得跟个鹌鹑似的，连大门都不敢出，根本没人瞧见乌云长啥样子。再说了，乌云平时都是汪汪叫的，谁能晓得他还能假扮成狼呢？对呀，乌云是狗，谁能想到是乌云呢？本来这次就想吓唬吓唬他家，给他们一个警告，没想到这次全村的人都晓得张成龙品行不端了，我看他还有啥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姐，你看是官差，不会是来抓张成龙这个不孝子的吧？不对了，咋还有镇上的张老板？大人，我店里的肉干就是他们一家子提供的，现在吃坏人了，理应他们赔银子。是你给他家店提供的肉干？回大人，不是，莫名其妙。大人，不是他，是他的四叔苏长华，他们都是一家人，肉干的做法也是祖传的。不是，张老板，你店里的面吃坏了人，然后你又说肉干的提供者是苏长华，那跟我苏思水有啥关系？对呀，张一丁，你明明与苏长华合作的，那出了事就该去找他本人讨说法，怎么一上来就诬陷这小丫头？大人，你有所不知，这小丫头是给我家对面朱氏面馆提供烤肉干，她四叔是给我家提供的。现在我家面馆出了事，对面的却啥事也没有，这不明显是他们串通一气坑害了我吗？大人别听他瞎说，我家早就单独分了出来，和四叔没有半分关系。你要不信，我现在就领你去他家看看。没问题，去就去。下一集发现苏家老宅的臭肉，无奈只好赔银子。好家伙，苏思水好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长华，你给我出来！好个屁，催命啊！臭丫头，你跑来干啥？大人，这位是我奶，您瞧见了吧？她对我是啥态度？之前我说分家以及和老宅的人没啥关系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哼，少废话，苏长华是住着吧？把他给我叫出来！你又是干啥的？我是张一丁，镇上张氏面馆的老板。看这个人来者不善，我们家长华不在，你找他干啥？那我店里的肉干是你家提供的吧？现在吃坏了人，都在医馆里躺着呢，这件事你们得负责。啥？东西是你卖的，关我们啥事？凭啥要我们负责？废话少说，你们赔不赔？哎呀，打人了！老头子、老大，你们快来呀！有贼人闯进咱家了！我可没动手呀，你碰瓷是不是？大家可看着呢，不关我的事啊！遭贼了，爹啊！贼人，放开我娘！
你看你开个玩笑至于吗？蠢货，你们眼睛瞎了吗？这位是衙门里的大人。没错，我正是镇上衙门的捕头。今天路过张氏面馆的时候，恰好看到好多食客说是吃了他们家肉干面闹肚子的。后来查验后，确实是肉干变质了。可张老板说这肉干是你们家苏长华提供的。苏长华呢？把他叫出来吧。我们长华不在家，肉干的事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对，我娘说的没错，她不是说肉干是老四给她的吗？和我们没有关系，你可千万别冤枉了好人。就是，你们要抓就去抓他。咦，四叔，张老板找你来了，你躲在灶房干啥呢？狗东西，你可坑得我好苦啊！老实交代，你给我的肉干到底咋回事？我的张老板，你说啥呢？我听不懂。我给你的肉干好好的，能出啥事？还不承认是吧？有啥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都给我住手！是你小子，我认得你，你之前老跟蔡家的公子哥混在一起，在镇上没少给我们惹事。原来是孟捕头啊，真是巧啊！我告诉你，你提供的肉干吃出了问题，要是不想被告上衙门，最好老老实实赔银子。啥？赔银子？不能赔，不能赔！那肉干给他们的时候可都是好好的，后面吃出问题也怪不到我们头上吧？好个屁！当初他把肉干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这肉颜色瞧着不对，味道也奇奇怪怪的。当时着急卖面，也没管那么多。后来我再一尝，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这肉拿来的时候就是臭的，给你的时候就是臭的，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你没保存好。这么热的天气，肉当然要臭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敢来找我们？大人您瞧瞧，这一家子全都是泼皮无赖。有老鼠！大伯娘，我记得大伯娘最怕老鼠了，我去给她帮个忙。水丫头，你给我回来！老大，快拦住他！好嘞。大伯，您这是干啥？这里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呢，您不能走。你给我松手！大伯，您咋还要打我呢？我好歹是你亲侄儿。再说，当着大人的面打人，可是要吃牢饭的。你，爷，大伯，你们不用担心，只是大伯娘被老鼠吓到了，没啥大事。你都是分了家的人了，没事别回来乱窜，这没你的事了，赶紧给我回家去。行，小瑞回家了。对了，我刚才在仓库里看到了不少成型的肉干，不会是要卖给张老板的吧？做的真不错呀，咋不请张老板来瞧瞧？大人您看，证据就在这。你们就是这么做肉干的？苏长华，你认不认罪？我，你这个不孝子，怎么能背着我们做出这种事来呢？大人，您看这事已经出了，接下来咋办？当然是赔银子了。赔多少？目前吃出问题的食客就有10几人，不排除之后还有别的人找上门。这么算下来，至少得10两银子。10两？不可能，我赚都没赚来10两银子，凭啥赔那么多？不想赔也行，我这就带着证据去官府告你。到时候你不仅得赔银子，还得蹲爬累子。张老板息怒，容我们一家商量商量。给你们一盏茶的时间考虑，要是拿不出银子，咱们就衙门见。张老板，现在食物中毒事件的责任人和证据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该说说你一来我们村子就诬陷我的事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对我的名誉严重的受到了损害，你得支付我名誉损失费。啥？名誉损失费多少？我也不要多了，10两就够。10两？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你又没有实际上的损失，凭啥要我给你银子？行，不给也行，那我只能去衙门告你诬陷了。毕竟今天中午你可是当着不少村民的面指责我，说我设计陷害你。我告诉你，这谣言要是传出去，是会影响到我后续和朱氏面馆做生意的。啥？你还要报官？当然，私下解决不了的事情，只能让官府来裁定吗？如果真到那步的话，你面馆吃死人的事可就瞒不住了。你别瞎说啊，没吃死人，就是有几人拉肚子而已。哼，大人，你看这小丫。
张老板赔不赔银子？赔不赔？赔不赔？赔不赔？苏长华。下一集，苏家老宅剑走偏锋，要借放心贷了。